喂，哎，兰姐，天哪，这不是你康妮弄坏的那一个，我找人做了个一模一样的，一来二去也忘了给你哥，他走的那么急，没来得及给他。梁姐，我替我哥谢谢你。谢什么？顺手啊。你不生他气了？你不生他气了？我跟他生气，他冲着我笑，你说我气得起来吗？你们是一家人啊。他现在日子不好过吧？胡子拉碴的，每天啊就想着怎么拉投资，看着他真是又可气又可恨。了解，我不否认你多年 HRD 的眼光和经验，你应该继续这条路。帮人融资这种事儿，还是交给专业的人去做吧。盛董，这个人的能力非常强，我希望盛董可以给他一次机会，当面交流一下。对不起，我和下属公司还有一个会议。了解，非常感谢你的信任。何小英，梁月，你好。你好。你怎么会在这儿？多多指教。你是西安投资的人，期待今后我们能在一起合作。好啊，盛总还在等我，我先去了。再见。再见。进来。盛总，来吧，坐。你的方案我看了，投资嘛，风险和获利同在。不过我想知道的是，风险有多大，获利有多少？这是美国加州同行业的一家公司，他们的生产经营规模、生产流水线、产品方向、企业生产技能方向都和现在的永江厂非常相似。经过资本的注入之后，这家公司的生产工艺也得到了极大的提升。这就是这家公司在注资3年之后，他们的营收、利润率和财务收支的状况，成倍的增长。投资方也达到了10几倍的投资回报率。这一位就是永江新任的厂长方邦彦。这个人曾经当过兵，在部队表现出众。退伍之后呢，由中达集团的任总任晨斌介绍，进入到永江厂任副厂长。但是因为在之后的几次改革推行中没有成功，而被辞退。他离开永江厂之后，自己创立了新维度公司，拿到了基金轰头。现在新维度已经进入到高速发展时期。这个人重情重义，有想法，有执行力，对改革创新有着天生的敏锐度，但是做事情太过于自信。看来你对这个人了解得非常详细。在他进入永江厂，推行改革、结婚、改革失败、被辞退、离婚，整个过程我都参与其中。盛董，我不想隐瞒什么，我是他的前妻。
我并不是因为我们俩之间的关系而想推进这个项目，而是因为对于这个项目，包括这个人，我足够了解，我有这个信心。永江上面的公司，中达集团的任总，我已经约好了跟他见面洽谈。中达集团最近资金周转不灵，也许是一个机会，我们可以拿到他的一部分股权。也就是说，任成斌会不会同意，你还要去谈。是的。好吧，交给你了。当然了，我对这个新纬度更感兴趣。别削苹果了，不爱吃。每天一个苹果比吃什么药都强。回来啦！这么晚了，你怎么还不睡啊？这么晚了你才回来，你说我能睡得着吗？我这几天太忙了，您别担心我。老太太，您得好好照顾自己。我是不担心，但是我总得知道我的女儿现在在干什么吧。妈，我跟你说的你又忘了，我姐现在啊在做金融投资，可厉害了。我跟你姐有点事儿要说，哟，上楼吧。好，拿着，你俩慢慢聊啊。我吃不下了。小英，问吧，想知道什么？我如实回答。小英啊，你今年多大了？还真像燕儿说的，做什么金融投资，你打算做一辈子呀？我是希望你早一些考虑你自己的个人生活。女人不能拖的，再拖下去就老了。你看一来二去啊，我这不是还没老吗？你这心里是不是还有方邦彦？他是我女儿的爸爸，我们的联系断不了，这不是一个问题。那个修齐怎么样？老太太，我就知道你要问他。妈，你要信任我，我会安排好我的生活。我知道你心里为我担心呢，但是像现在这样，跟您、跟我爸，我们一家人生活在一块儿，我真的觉得很幸福，很安心。你让我自己用我自己的节奏去生活，好吗？真的太晚了，我得去睡了。去吧，你也快睡。去吧，把苹果带上去吃。你都累了一天了。好，上楼了。快去睡吧。你这脸色不太对呀。之前香港客户那边有人对接了吗？没有的话，我过去一次吧。行了，我知道，你肯定是对他回永江厂这件事情还耿耿于怀呢。没有，我都不计较了，你还计较什么呀？而且咱们都认识他这么多年了，还不了解他？他忽视的岂止是你啊？你说这也奇怪了啊，他这么不解风情的一个人，怎么身边全是大美女啊？
那香港客户那边我过去一次吧。行，去吧。我再多给你几天时间啊，去香港购购物，吃吃好吃的。要是碰见了那个年轻有为、性感多金的男性，你也接触接触，别在一棵树上吊死啊！我是去正经工作的。我就不管了。对不起，方厂长，我的前线就做到这一步。那黄经理，能不能再帮我想想办法？真的没有办法。永江厂不值钱，你用永江来抵押，也贷不了多少钱。我知道你是何小燕介绍来的，能批我一定帮忙。再说，我们现在审批也很严的，小燕也是做信贷的，这点她应该也非常清楚。那好，谢谢你了，黄经理。方哥，你怎么在这儿呢？让你看笑话了。永江厂那个烫手的山芋，可不好接手吧？这是我自己选的，烫伤了也得认呐。方哥，实在不行就回来吧。凌云，怕是要让你们伤心了。我没有别的选择。说实话，你突然提出离开的时候，我心里面还真是挺生气。将心比心，换作是我，也会这样的。你说为什么我会那么生气？除了我们一起创业过来的感情之外，我后来想了，可能更多的是我心里面害怕。你这话，我不明白。不怕你笑话，我害怕公司未来没有了方向。一直以来都有你陪在我身边，发生了天大的事情，只要有你在，我林云就有谱，就有依靠。我只需要做我自己的事情，就算天塌下来了，也有你帮我顶着。凌云啊，这几年来，你完全可以独当一面了。哼，梁月和邦云在一起做事，整个团队也很稳定。你现在唯一要做的就是多冷静，多听听他们的意见，不要盲目冲动地去做任何一个决定。哎，你呀，现在真是旁观者清，轻松的轻。你看看你说的话，这才几天啊，就一副方厂长的派头。哼，还说没往心里去。我想过了，能一起做事，当然是最好的。可是你的心都已经不在新纬度了，我强留有什么用？我可不能因为这件事情失去你这个好哥哥。好兄弟。小英，你这是在将我的军呐？任总，现在能救永江厂，能帮助方邦彦的人，就只有您了。说吧，你的条件是什么？我们新安需要拿到中达的股权。小英，
你的胃口可真不小啊！能解决目前中达的资金困顿，能盘活永江厂，也能实现我们之间的共赢。任总，您考虑一下，我知道做这个决定不容易，我可以等。那我先告辞。好，您留步。好。新安投资有限公司。任总，是你啊？哎，坐吧。我说，你们两口子这是到我这儿来车轮战呢？小英找您干什么？啊，工作的事儿吧。哎呀，我都忘了。前段日子我还想，小英回国之后啊，请您帮她物色合适她的单位。这最近太忙，把这事儿给忙忘了。我帮她找工作，你还是先说说你找我什么事吧。这不，还是厂里的事儿，想问您借点钱。这没钱啊，厂子动不起来。我听说你卖了一部分机器啊？是，卖了一部分折旧的机器，暂时稳定住了工人们的军心。可接下来怎么盘活才是最大的难题。银行的人我也找了，人家根本不放贷。这几年啊，永江只剩下一个空架子，不值钱了。所以我想着，能不能从您这儿借调一些资金？又是资金。王爷呢？不是我不帮你，我现在是自顾不暇呀。至于厂里卖机器的事呢，你有这个想法就放手大胆去做。不过前提是，你要多听听意见，多考虑一下再做决定。这资金的问题呢，我现在实在是帮不上你的忙。不过你可以找小英好好聊聊。任总别开玩笑了，小英工作的事儿，我还想请您帮忙呢。哎呀，你是太不懂小英了。哎，你去见见小英，跟她好好聊聊，也许她才是那个真正能帮助你的人。进来。方厂长，请坐。好啊。这么快就找上门了？我本来啊，还想托任总给你找一份安安稳稳的工作。这现在看来，我可以的，你不用担心我。原来没有我在，你能生活得这么好。你来找我不会是为了这个事情吧？啊，对，让你见笑了。好吧。我们来谈一谈永江现在的状况。目前永江这样的状况，银行不给贷款，对吗？对。折旧的机器不值钱，工人的工资都发不出来。现在给的呢，都是拖欠款。新的工资表马上要出来了，可是钱从哪儿出，我还不知道呢。除了银行贷款，你排斥第三方投资吗？第三方投我并不排斥，只是现在靠谱的并不多。这另外一方面，我们毕竟是国企，审批会需要一段的时间。现在国家鼓励和支持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以此来激活企业内在的动力，所以你担心的这个事情问题并不大。我知道你重回永江厂，
一定会尽你自己的全力去救活他。我希望可以通过我们新安的投资来帮助永江厂，重新激活永江厂，盘活这个老厂，实现我们双方最大的共赢。当然，这一切都要建立在你信任我的基础上。修齐先生，方总又见面了。你好。修齐是我的合伙人。小英回国接手的第一件工作就是你们永江厂，如果有什么失礼的地方，请多包涵。当然不会了，我们也会拿出合作的诚意。小英，下一步该怎么办？随时联系我。好的。那我告辞了，再见。看来推进的很顺利啊。万事俱备，只差任总放给咱们中达股权的东风。有把握吗？任总知道怎么做才是中达对永江最好的安排，否则也不会让邦彦来找我。李董，如果你觉得方案没有什么问题的话，明天我们就把合同签了。没问题。这次辛苦你了，大老远的赶过来。应该的。打算香港多留几天，如果有时间，我可以替你安排一下游玩的行程。您太客气了，签完合同我就准备回去了。哎，陶然，嗨，好久不见。哎，真是巧啊！我来介绍一下，这位陶然，我的好朋友，香港最年轻的独立服装设计师。这位是梁月兰小姐，专程从南巡过来谈合作的。你好，你好，很高兴认识你。梁小姐一看就是女精英的模样。过奖了，我看陶小姐的衣服非常好看，剪裁非常得体。一介绍原来是设计师，心想难怪了。梁小姐，如果有空的话，可以到我店里来看看。这个是我店铺的地址。有时间我一定去。那我还有事，那我就先走了。OK， 回头我们再约。不好意思，再见。拜拜。拜拜。坐。我跟你说啊，香港好玩的地方挺多的，有时间好好转一转。以后有机会。看你胸有成竹的样子，一会儿见盛董，不想问问我你需要注意点什么吗？他问我什么，我就回答什么。你要提醒我，反而不妥。既然要合作，就得正大光明，不偏袒，不徇私，最重要。方厂长，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盛董，盛董方邦彦厂长。盛董你好。你好，方厂长。雅雅，我想跟方厂长单独聊聊。好的。方厂长，来坐。好。我直话直说，你别介意。盛董您说。你跟小英的关系，我了解。你们虽然离婚了，但是有一个孩子，这层亲情关系是割不断的。您说的没错。你们永江厂呢，是小英回国以后第一个主动接的项目。我不知道他是出于什么目的，是对你的感情要帮你呢，还是觉得这个项目确实有发展的潜力？其实这些我都不管。我想说的是，在后面要进行的工作当中，我想让小英退出这个项目，由他的合伙人修齐来接手。你怎么想？
盛董，我不赞成这么做。说说看。第一，何小英在投资永江的这个项目上，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他甚至把永江这些年发生的大事小事，都汇编成册。这大量的调研工作，足以证明他对这个项目的认真负责。他的工作态度、专业度，无可挑剔。您这么做，对他不公平。第二，他曾经是一个专业的舞蹈演员，现在是一个专业的投资人。不管在以前的舞台上，还是现在的金融平台，我相信他一直都是专业、敬业的。他有能力把这个项目做好。第三，永江所有大大小小的变化也好，变故也好，他都经历过。对于这个项目，没有比他更熟悉情况的投资人了。这一点，他的合伙人修齐一定无法感同身受。沈董，您要把这个项目交给一个熟悉情况的人，还是交给一个不熟悉情况的人？我想，不用我帮您判断吧。我想知道，你跟小英还有可能吗？未来？我倒是希望有。不过小英说了，未来留给时间。我很高兴，你的回答我很满意，期待我们的合作。来，我们一茶代酒，合作愉快。真没想到这事儿啊，竟然是小英破的局。哎呀，这孩子真是变化太大了。爸，我也没想到，我是真没想到。有点后悔了？没有，我呢，替他开心，替自己害臊。你这话什么意思？爸，您知道我去美国是怎么跟他说的吗？还不是想跟人家复合，人家没同意。哎呀，不是，我对小英说啊，你这学的东西，回国以后啊不好找工作，回头我托任总帮你留个心，物色一个稳定的工作。你看，嗨，行，这不是自己打了自己一个嘴吗？行了，来吧，自罚一杯吧。是，真是该罚。喝完这杯，咱可就得好好干了。儿子，咱得对得起人家小英的信任，知道吗？我这几天啊也在考虑，资金盘活之后该怎么做。事儿啊还得人做，咱们厂现在人才太少了，我得考虑考虑，去挖几个像样的人过来。哎呀，找人这活儿，梁月姐擅长啊。不过现在你应该没脸去找她吧？哎，小袁，你是不是就这么情愿看着你哥哥的笑话呀？啊？来，看看这个。上次摔坏的，梁月姐可是专门找了香港的设计师重新为你设计的。你呀，就欠人情吧，净欠女人的情，我看你以后怎么还。哎，你这说的是什么呀？
合同签完了，明天回来。哎呀，你这效率可够高的呀！啊，不过呢，我也不着急你回来。你要是心情不好的话呀，就在那边多待几天。哎呀，我这是作为朋友在给你支招呢。这什么招数啊？欲擒故纵啊！你这招估计对方王爷没有什么用吧？他身边不是有他那个前妻在呢吗？对了，我这2天也没跟他联系，他怎么样啊？你看，你平时啊也就说话算。我昨天跟他匆忙吃了个饭，能看出来，哎，他真的是非常忙。一来呢是为了资金发愁，二来呢还要组织研发新的产品，创立新的品牌。哎，这钱都没有，这还得招一些新人来，你说说。新品牌？啊，他就这么一说，我也没具体问。哎，对了，听邦云说啊，他要请你吃饭，一来呢是要感谢你帮他恢复了那个军功章的包装设计，二来呢是想让你帮忙，看看能不能帮他招一些有用的人来。那行吧，那我过2天回去。哎呦，你这变得可够快的呀！啊，行，那你随意吧，只要能用这招把他拿下，我也算是功德无量了。喂，梁小姐，你好。你好，这些都是我设计的，看看有没有喜欢的，我送给你。不用，那多不好意思呀。没关系，难得你喜欢我的设计。我们找个地方说话。桃儿姐，我就不拐弯抹角了啊。不瞒你说，今天呢，我在你的店门口统计了一下客流量。我发现，如果在这么一个地段要维持这么一个品牌，并非易事，所以我想请问你，有没有寻求合作者的打算？梁小姐不愧是女精英，说话做事干脆利落。不瞒你说，现在确实是我的一个瓶颈期。对于一个小规模的设计师品牌来说，线上和零售商高效的流通才是问题的关键。但是我对经营并不擅长。目前来说呢，消费者对于价格还是很敏感。如果进军低价领域，势必会影响服装的质量。可是高价又会流失一大部分的消费者，他们会觉得说，我再加一点钱，我就可以去买奢侈品了，何必来买你的呢？如果你有这方面的打算，我可以把你介绍给我的一位朋友。他是内地一家国企的领导，他正好在寻找好的设计师品牌。我相信他的眼光跟我应该没有太大的出入。用新维度的股权质押换新安的投资，你到现在还没有跟你的创业伙伴们一起商量，这样先斩后奏，他们不会翻脸吧？没办法，中达是全资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需要时间，可永江等不起了。任总也已经尽力了。邦彦，我是新安资金的项目代表，我只能代表公司利益，
所以也请你理解。当然。我现在看着你啊，感觉既熟悉又陌生。好了，最熟悉的陌生人，收好你的合同。这一份是股东放弃优先购股权的协议，你拿回去需要跟凌云他们尽快的沟通签署。我还不知道怎么跟他们开口呢。这里还有一份，是我让法务拟定的永江厂和你个人的借贷协议，你拿回去跟永江厂的法务商议一下。好了，目前我能帮你做的都在这儿了。从今天开始，我们就要正式合作了。谢谢。为了表示我小小的心意，我请你吃牛排，老地方。稍等。喂？什么？真的？那太好了。喂，你还在香港吗？太好了，哎，你帮我留意一个叫陶然的设计师。我觉得他很适合跟我们新纬度平台进行品牌合作。对，你看看他，能不能把他给挖过来？什么？晚了一步，陶然已经跟方邦彦谈好了，准备去永江厂。哎呦，我的姐，你这动作也太快了，怎么着也得先保证自家的供应量再说呀。不过我哥这次啊，可是非常感谢你，你帮了他大忙了。哎，不过我听说这广东跟香港非典特别严重。你这心也够大的，待了那么久才回来。我也没多想，我想到他有需要，然后陶然又合适，我就让他们对接了一下，谁知道他们一拍即合。不行，这个生意是生意，兄弟归兄弟，我得再找陶然谈一谈。没希望，他跟方邦彦已经谈妥了，过2天他就过来。签约了没有吧？那应该还没有。没签约，一切都有可能。找。谢谢你送我。灵儿，不会耽误你上学吧？不会的，爸，我来得及。近期啊，已经有2家公司看中了 TS 的品牌，也有人开始跟陶然接洽了。这一天不签约啊，一天就会有变数。我得赶紧到机场接上陶然，省得别人捷足先登。这个阶段确实不能再出什么岔子了。对了，股权质押的事情，你跟李云他们谈了没有？还没呢。我打算接到陶然，大家坐下来啊，一起说。拖不能解决问题，只会增加问题。陶然小姐，这一路辛苦了。来，谢谢。方厂长，你们内地的节奏也是快得不得了。是啊。你能选择来内地发展，这个选择是多么的正确。内地是块没有挖掘的宝藏，我喜欢挑战，我相信我会在这里找到我的灵感和梦想。你呀，能选择跟我们合作就对了，太对了。方厂长，恕我冒昧，您的声音跟电话里不太一样。哦，
我可能最近有点感冒，嗓子不太舒服。哦，不会吧？那你注意身体，广州那边 SARS 很严重的。哦，你放心，我身体没问题，我还得保证体力跟你谈合作呢。总感觉好像哪里不太对啊。什么不对？感觉不太对啊。你打我电话干嘛？啊？喂。你是谁？你到底是谁？你停车！你停车！哎，你先别着急，咱们先好好谈一谈。你有的是时间知道我是谁。陶小姐，我刚才已经认错了，你能不能看着我这么有诚意的份上，认真的听我把话说完？你这么做，等于变相的绑架，这是犯罪，你懂吗？OK， 我冒着犯罪的危险，把你请到这里来，就是为了给我们新纬度一个争取你的机会。我是诚心诚意的。可我不喜欢这种方式，你的诚意吓到我了。可我已经道歉了呀。我不接受。陶小姐，我恳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听完我的介绍。如果你还是要去方邦彦那里 ，OK， 我亲自送你过去，好吗？我说你怎么就这么倔呢？谢谢你啊，这个是我为数不多的优点。好，陶小姐，再给我一次机会，听完我的介绍，可以吗？可以，但是我要先给方先生打个电话。打。喂，方先生，我是陶然。我已经被新维度的林先生强迫地请到了他的办公室做客。对不起，没有按照我们约定的时间见面。他说他要和我谈合作，他还说他是你的好兄弟。对，我觉得有必要你们通个话。好，你稍等。No。哎，方哥，是我林云。哎呦，我没想着把陶小姐怎么样，我就是想在你们签合约之前，我也跟她谈谈工作。哎，反正你们也没签合同嘛，对吧？愿打愿挨，你情我愿。他要不愿意，的话，你放心，我一定完好无缺的把他给你送回去。林云，不好了，梁月他出事了。梁月他出什么事了？林云，喂，方云，梁月怎么了？医生，现在病人高烧啊，39.2。据他自己说，他是刚从香港出差回来。香港现在正处于非典爆发最严重的地方。对病人的检查现在疑似非典，所以要对病人进行隔离。疑似非典？是的。2003年春天，非典在中国全面爆发。举国上下展开了与病魔的生死抗争。人有时候是非常奇怪的动物，我们常常因为灾难而更加的紧密相连。
来，大家安静一下啊，安静一下，听我说几句啊。我知道，大家呢现在都在非常担心自己的生命的安危，我跟大家也是一样的，我也担心。但是，我跟方总会在这里，在新纬度，跟大家并肩作战。请方总跟有关部门沟通一下，让他们帮助解决一下我们在隔离期间的衣食跟预防药品。没问题，请大家放心，我们会陪着大家。现在最重要的是要跟你们的家人沟通，打电话给他们，让他们放心，安抚好他们的情绪，好吗？好。你觉得我们会被隔离多久？梁小姐她不会真的中招了吧？对不起，连累你了。那这样吧，反正空着也是空着，你再听一下我介绍一下我们公司的主营业务，没准你还会回心转意呢。心情不好，不想听。不想听啊？那就看，我给你看看我们新纬度平台的易客通。喂，方厂长。啊，陶小姐，不管凌云跟你是怎么谈的，在你做决定之前，我希望你再好好看看我给你发的电子邮件。我把我们之间的合作，甚至通过新纬度的3方合作，调研的一些想法都写在里面。你也可以让凌云一起看一看。好，方厂长。也请你放心，我不是那种可以轻易改变决定的人。电邮我马上看。好，那你自己保重身体，有什么事我们再联系吧。好的，再见。哎呦，这个方厂长不会又给你灌什么迷魂汤了吧？林总，不要用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方厂长说，如果你在的话，可以一起看。你要不要看？没问题。如果你要不介意的话，我非常乐意。这份方案主要是对你的品牌在内地市场的前景，以及与我们永江厂产品结合的深度分析。利用永江目前的渠道，将会帮助你的品牌快速打开内地市场，并创新出新的品牌空间。而我的另一个想法是，可以与新纬度进行3方合作，用我们永江的平台开发你的新产品和新品牌，同时通过新纬度互联网平台扩大品牌产品的渠道和影响力，达到共赢。我认可方厂长说的3方合作。你呢？如果新纬度可以跟永江厂合作的话，那新纬度早年间就不会放弃收购永江厂了。曹小姐，我觉得啊，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可以放在一起合作的，尤其是你这样的品牌设计师，你需要的是一个契合的、专一的平台，而我们新纬度就是。那就是没得谈喽。方厂长是我的好兄弟，但是公司不能混为一谈呐，得在商言商，对吧？我觉得专一的合作更适合你和我，或者你和他。
嗯，我了解了。你这个回答我就没有把握了。你看，咱们被隔离起来，没个10天8天的也出不去，不如你索性再听一下我对公司的介绍。如果最后你选择去了永江厂，我起码努力过，也算是输得心服口服，行不行？再考虑一下我们的合作吧。这个，你可就为难我了。强扭的瓜不甜。不过我们新美都的大门一定会对你敞开的。凌云，说实话，我对方厂长的认知更加认同，但是我觉得你对方向的把握还有待提高。都好了吗？我饿了。小英把饭菜都点好了，在饭店等我们。走吧。怎么了？没什么。一个熟悉的背影，震碎人群离我远去，想要抓住却拉不近距离。在那个熟悉的背影，仿佛只是一种幻影，只剩我留在原地。我还以为我们的合作没有希望了。这段时间，林英确实是没少给我介绍他们公司的状况，但是我更倾向于方厂长你的理念。对我而言，新维都的平台虽然好，但他们在产品开发领域不适合我。永江不一样，永江有实物平台可以让我大展手脚。我相信我的选择。陶然，在这个平台，只要你需要，我会给你提供一切的支持，全力配合你开发推广我们自己的品牌。明白，我相信我的判断。有一点啊，我要跟你坦白，这第一笔资金还没有到位，我保证，下周1前我会彻底解决，你不要有后顾之忧。谢谢你的坦诚，合作愉快。好，
合作愉快。品质、品种、品牌营销和推广，陶然都做了细致的规划。这个方案，你觉得怎么样？不错，暂时看不出什么大问题。品质、品种、品牌同步推进，这可不是个小工程啊。我知道，预算已经在做了，很快就会报上来。陶然提出的这个高端品牌的创立，可能会产生用料成本高、销路没有及时拓展等问题。不过放心，我们都会一一跟进的。人到位了，钱还没到账。我已经向盛董申请了资金，随时可以到账。但是，股权质押声明和股东变更，真的不能再拖了。你这次又是先斩后奏，你打算怎么跟他们谈？这什么叫又是先斩后奏？你自己做好了决定，让他们无条件的支持你，难道不是先斩后奏？你这一招，我以前可没少领教。这以前不是怕你担心吗？说真的，你真的该好好的改改你这个脾气。我都能想象得出来，他们知道你自己擅自做主，把股权质押，会是什么样子。你凭什么做这样的决定？你这是擅自做主！哎，你离开新纬度的时候就是你宣布的消息，现在股权质押了，还是你来宣布决定？方邦彦，难道在你的眼里，除了永江厂的生死之外，什么都没有吗？只要永江厂能活着，你拉着我们这些人当垫脚石，你都无所谓吗？方邦彦，你太过分了！我告诉你，这个字我绝对不签，股东变更我也不会同意。我知道。我再说任何抱歉的话，都已经没有用。走，新纬度不欢迎你。亏我凌云还把你当兄弟哦，兄弟就是这样两肋插刀的呀！凌云，我那部分股权是质押，等把永江厂盘活了，就会回到新纬度的。我一定放手，一分钱都不带走。那如果盘不活呢？没有如果。你要钱是吧？我们3个可以凑钱买你的股份。我不能接受新纬度有一天换了人，哪怕有一点可能，我都不能接受。邦云，我质押的股份按照新纬度现在的估值不是个小数，你们哪来那么多的流动资金啊？哎，邦宝台，别跟他扯了，你赶快走啊！我就不信了，新纬度离了你之后就起不来。方邦彦，我告诉你，你欠新纬度我们每一个人的情，你还不了。王云，你开门啊！你要发火要发脾气，我通通接受，你别这样行不行啊？我没什么好说的。王云，用不了多久，我一定会把股权拿回来的，你要相信我。王云，哎呀，行，哎呀，到底怎么了？啊？把咱们家的大小姐惹毛成这样，这可不是小事啊。他们都不理解我，我现在啊是众叛亲离。邦彦，咱们这个家可是支持你的任何决定的，但是你这跌倒了，是不是也应该好好的反省一下自己呀？做事做人，还是要考虑一下别人的感受，啊？
股权质押这个点子是你出的？是。就目前的情况来看，股权质押是方邦彦可以取得融资的唯一途径。你为方邦彦考虑过吗？他已经离开新纬度了，如果他在永江也玩不转，那他就完蛋了，彻底完蛋了。梁月，你觉得他接手永江完全没有希望吗？他离开新纬度也好，他做股权质押也罢，我只希望他做好他想做的每一件事情，我不希望他有任何的失败。邦彦做这个决定是深思熟虑、经过考量的，他没有拿自己的前途开玩笑。股权质押作为双方的立场，都是一个相互制约和共赢的筹码。当然，可能对于我们来讲，风险会相对小一些。但是作为方邦彦，如果他不跨出这一步，那就真是等死。如果他做得不够好，新纬度有他的股权在，他随时都可以回归。我想，在他决定重新接手永江的那一刻起，他就没有想过再回头。方邦彦他现在就站在悬崖边上，你关心他的，你那么了解他，你就放任他不管吗？梁月，我想问你，一个持着大股权的股东，没有在公司做事，没有参与到公司的每一步发展，那这样的股东究竟有多少价值 ？OK， 退1万步讲，即使要做股权质押，我请问你，为什么要在我进医院，凌云、方邦云被隔离的时候，你让方邦彦做这个决定？在新纬度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你拉着我们最重要的人在背后算计我们。方邦彦失去的不仅仅是新纬度，还有我们这一帮跟着他打拼了10年的兄弟。何小英，你不能为了你自己的业绩，让方邦彦一无所有。梁月，事实是如何，我不想解释。方邦彦的决定是他自己遵从内心的选择，没有任何人逼他。我想，即使是失败了，他也不会后悔。这几天林总脸色可真难看呐。有难同当，有福不能同享，脸色能不难看吗？看着方董也不像这样的人啊。今天一大早林总就把管理层叫去开会了，到现在还没出来，真不知道我们会受多大的影响。梁姐，这次多亏了你了，如果不是你的关系，国外的这2个投行不会对我们新纬度有关注的。是啊，把股权质押给新安的那天起，哎呦，我就总觉得这下一秒公司就不是咱们的了。现在好了，能得到这2家投行的肯定和关注，今天晚上终于能睡个好觉了。林云，你也别高兴得太早。现在我们公司的资金流还存在问题，除非是2家投行的钱真正落实到位了，我们才能松口气。不过根据2家投行的要求，他们需要我们增资扩股，那么新安能答应吗？我就是怕资金会出问题，所以就咨询了这2家公司。没想到他们对我们新纬度非常感兴趣，我觉得有好多条件都是可以谈的。哎，我也觉得是，好多条件真的都可以谈。我刚看了一下咱们新平台上线这1个月的运营情况啊，哎，基本指标体系的8个指标数据，真的全都说明了咱们这新平台上线真的是前所未有的成功。日活稳步增高，单 UV 转化率、留存率、复购，还有 GMV 指标都提升了45%以上。我觉得啊，可以利用新平台上线的这个时机，把上市再提上日程上来。之前呢，我们总是前怕狼后怕虎的，觉得这不是最佳时机。但是现在好了，一旦2家投行的投资落实啊，再加上新平台上线的良好反应，天时地利都有了，就差人和了。你们2位觉得呢？林云，
我们不是说3年之内不考虑上市吗？哎呦，这上市的时间啊，是不断随时的调整的。哎，难道还需要去找一个算命先生算一下良辰吉日啊？如果这次我们拿到的是私募融资，而不是投行的投资，我是很赞成此时上市的。另外一点啊，一个企业最好上市的时机是企业进入成熟期、发展趋缓的时候。可是我们新纬度还在高速发展的时候，所以我并不认为此时是最佳的上市时机。我同意梁姐的说法，通过延迟上市，等我们新维度的业绩逐步提升、稳定了之后，再通过 IPO 来融资会更容易一些。从现阶段来看，不管从哪个方面考虑，都不是上市的最佳时机。而且，一个企业只有一次上市的机会，凌云，我们不能那么鲁莽。不是，这为什么每次一提到上市，你们就这么谨慎呢？当然要谨慎了，这又不是闹着玩的。有多少企业因为没有选择好最佳上市的时期而导致破产的呀？再说了，3年内不上市，这也是……谁说的？这谁说的？是不是方邦彦离开之前说的话？啊？哎，我说你们这脑子都在想什么呀？现在谁在公司说了算呢？方邦彦现在他已经不是新纬度的人了，他有他的独木桥，我们有我们的阳关道。哎，上不上市难道还要听他指手画脚吗？第一笔款已经汇出了，刚才银行来电话说那笔钱已经到了。小英，谢谢你。太好了，这一下可以放开手脚好好干了。这后面的任务很重啊，我得对得住那笔投资。接下来就看你的了。不过你的每一笔资金的流动，我们西安都有知晓权。当然。陶然，告诉你个好消息啊，第一笔钱已经到账了。真的，太好了！这个给你。哇，谢谢。别谢我，这不是我送的。那是谁啊？还能有谁啊？你想想。难道是凌云吗？这小子还在生我的气呢。咖啡就放在门卫那儿，也不敢到这儿来，他是怕遇到我。这么小心眼，下次我见他，我说说他啊。哎，这事儿啊，你帮不了我们，还是让我们自己解决吧。这新设计的很不错。怎么样的不错？说说感觉。很素雅，又很干净。这个品牌你觉得怎么样？雅致，优雅别致。我总有一种很熟悉的感觉，但又说不上来。你再看看。这是小英？对，我就是用小英姐的原型创作的，雅致的感觉是她带给我的。真是不错啊。方厂长是说设计稿不错，还是说小英姐不错？都不错。这接下来产品质量的把控和品牌推广，我们就要更用心了。任何一个环节都不能出现疏漏。对，
明天我就会安排纺织车间按我的设计稿生产面料。你就放手做吧。啊，对了，任总那边我也谈过了，关于你的 TS 品牌，永江由收购转为并购，继续由永江控股。我确保你以设计师的身份技术入股，保障你的权益。这些都是后话了，我得做出点成绩来啊。我还约了几个品牌方谈合作呢，有你这句话，那我就看你的了。接下来我们永江的产品将会百花齐放，应接不暇。方厂长，你就拭目以待吧。希望尽快做出成绩，把新纬度的股权尽早的拿回来。出差？有事吗？我听说你们要上市了。听谁说的？这互联网的寒冬已经过去了，不过我希望你们还是要慎重。还挺担心我们。哎，这事儿你应该去问凌云啊。老师，好吃，谢谢你请我吃饭，还有，谢谢你的大桶咖啡。别客气，我说了，3年我全包。不用，包这个字我受不起。哎，对了，你现在是不是有一点点后悔没有留在新纬度？没有啊，我觉得挺充实的。充实。我们新纬度马上就要准备上市了，品牌总监这个位置，如果你要在的话，一定是留给你的。可是你却去了永江厂，当一个设计师。哎，对了，你知道方邦彦是怎么弄到的钱吗？他是靠把我们新纬度的股权质押了，才换回来的钱。你说你去那地方干嘛？在我眼里，永江厂不过就是个半拉子的烂尾楼，说崩盘就崩盘。你觉得上市很牛是吧？在香港，多少一夜上市，一夜破产的，我见得多了。哎，你这是干嘛呀？这顿饭各出各的，这是我的。话不投机，没法再聊，我先走了啊。哎，陶然。回来了。
哎，包圆，来，茶呀，我已经泡好了。哦，怎么才回来呀？来，快坐。有事吗？没事儿，不能来吗？这不是那个意思啊。还不是因为我们新维度的事儿。凌云啊，一心想要上市，虽然我知道现在的大环境看下来是可以满足上市的条件的，但我这心里吧，就是没底，所以我想听听您的意见。我听包远说过凌云这个人啊，他执意要上市，但是意气用事，这对公司来讲呢，那是杀敌1000，自损800。那么，能不能你出面去找凌云谈一谈，行吗？你都点兵点将了，我敢说不吗？你安排个时间吧。下周1可以吗？好，听你安排。快喝茶。这是什么？今天什么日子？忘了都生日了。生日快乐！谢谢。打开看看，喜不喜欢？打开看看嘛。哟，领带啊？上次来家里帮你收拾的时候，我看到那条领带都已经破了，所以我就买了条新的。这花色喜欢吗？要不要试着戴一下？我帮你。来，我自己来吧。我来嘛，我帮你戴上。你确定你会吗？当然。我自己来。给我呀！银耳羹，我炖了银耳羹，给你传过来啊。没想到啊，你还能来这儿。听说你要上市，没错。想成熟了没有？请问，你今天以什么身份跟我谈？如果你要以兄弟的身份，那就最好别谈；如果你要以永江厂的身份，我跟你谈不着；如果你要以前股东的身份，那对不起，股权在先安手上，轮不着你来谈。你别这么赌气行不行啊？我没有啊，我是新纬度的股东，我所做的每一个决定都是为了公司好。公司遇到困难了，我也一定不会放手；公司有机会了，我也一定会去促成。我跟新纬度是同呼吸共命运的，没有人有资格对我的新纬度不痛不痒的指手画脚，包括你。你还是过好你自己吧，别到时候把那点股权也给折腾个底儿朝天。这方榜眼可够有意思的啊！能站在新纬度的门口跟我说不要让我上市，哎，这上市的事儿啊，就这么定了。从现在开始，全速往这个方向推进。我就不信这个邪了。凌云，
咱们能不能别意气用事啊？嗨，我告诉你，我就是让方邦彦他知道，他离开新纬度什么都不是，而我们没有了他，一天比一天好。一个留不住心的大股东，你觉得对我们公司能有多大的价值呢？我们现在处处为难他，跟他作对，跟他较真，跟他过不去，也是跟自己过不去。我们现在这样，跟康宁有什么区别呢？他其实就是心结没有解开，其实上市并没有那么急迫，他憋着口气。我已经约了张伟老师了，希望对他有帮助。心病还需心药医，这只是之前太依赖方邦彦的决定了，所以他更想证明离开邦彦，他也可以。我们又何尝不是依赖一个人呢？有话就直说吧，把我找出来，也不是为了让我看看这风景，对吗？林云啊，咱们认识也10几年了，从一开始一无所有，连创业的钱都是东拼西凑，一直到现在。做大哥的知道你付出了很多心血，我还记得你当初发的誓，要做中国最牛的互联网电商平台。现在，你的梦想就要实现了。我陪你走的这段路，也差不多了。我知道，你做了决定的事情是不可能再回头的，但是我就有一点想不清楚，2条路选择，哪条路更容易、更有前途？你还用我说吗？人生不是为了走容易的路才来的。作为创业者，我觉得你应该更懂我才对。你一直觉得我感情用事，如果说我要说服你收购永江，那我承认，我的确有这样的私心，是我考虑的不够。但如果说我离开新纬度回永江是冲动之举，那我可不认。但如果说我离开新纬度回永江是冲动之举，那我可不认。你想我怎么认为？你一直认为我的初心在永江，这么说也没错。但这并不是我回永江的主要原因。你知道吗？去年年底，我是既欣慰又恐慌。我欣慰的是啊，这些年我们的努力没有白费，我们每一步都走得如此扎实，每个人能够独当一面。我知道新纬度是真正意义上走上了正轨，但同时，我也是恐慌的。你负责技术研发，邦云是我们的大管家，梁月负责人力资源，而我呢，我每天只能签字而已。这种安逸的生活让我无所适从，我不知道怎么跟你说这种感受。也许跟我是军人出身有关，军人的天职就是去战斗，所以凌云，现在真不是上市的最好时机。由于我的离开，股东机构的变更影响了你们上市，那何不再发展几年，等到时机成熟再伺机而动？这件事情不说了，上市的事儿我会考虑。还有啊，我也确实对不住你。回永江，我是经过了深思熟虑，但我并没有给你更多的时间，让你有个心理准备，是我考虑不周。这事儿就不用说了，多说也无益了。凌云，咱们是兄弟，何不在各自的领域做出新气象？咱们以后还可以合作。你看得太远了，眼下的事情都已经是这样了，我现在就想的是怎么着才能稳住军心。这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留不住的就不留。你的事儿，算了。凌云，股权质押这事儿是梁月劝说我们签字同意的，但是我觉得他并没有放下，
我觉得你有必要再好好找他聊一聊。梁月是个理智的人，我相信他会理解我的。女人心，海底针。说到底，梁月是对我们新纬度的有恩之人，不是吗？你现在坐这个位置，是我当年第一次看见你的位置。梁月，我在美国的时候，灵儿经常跟我提到你，谢谢你对她的照顾。不客气，这个孩子跟我对脾气，我真的很喜欢他。说正事儿好吗？如果现在我手里有一笔钱，想要回购方邦彦质押给你们新安的股份，你们愿意放手吗？以什么理由呢？新纬度是我们4个人一手创办的，现在方邦彦把股份质押给你们新安，你们作为新的股东进入，员工对你们并不了解，现在人心不稳，政策不稳，外界又传闻不断，你不得不承认，这一切都是因为方邦彦的离开。不管新纬度是不是要上市，如果运营出现了危机，对谁都没有好处。我想你们新安也不愿意价值缩水的，对吗？当然。我现在找了一笔资金，想要逐步回购方邦彦质押给你们新安的股份，目的是为了维持新纬度的稳定。梁月，我很佩服你的干劲儿，不是谁都可以在短时间之内找到这么大一笔资金。据我所知，你找来的那笔资金，一大部分会投入研发，而并不仅仅是像你刚才所说的，用来回购方邦彦质押在新安的股份，对吗？就算你的理由可以从股权利益和情感上说服我，但在商言商，新安不可能在还没有对新纬度做出一个整体评估的前提下，就放弃方邦彦质押在新安的股份，所以是我无法答应你的要求。我明白了，我还会继续努力的。好了，来，我还是那句话啊，新纬度现在想要上市，时机还不是很成熟，我希望你多方面调研。好的，张老师，谢谢你今天给的意见，我回去一定好好再琢磨琢磨。别那么见外，邦云跟你一起工作，他是我的学生，帮他我是应该的。谢谢张老师，那我先回了。好，你们聊啊，好好干啊，再见。老师，你刚刚说还有事儿找我？要下雨了，我们找一个可以看到雨打芭蕉的地方喝个茶吧。雨打芭蕉？走。怎么？说要下雨，又变晴了。今天你生日，祝你生日快乐！谢谢老师。
这领带，觉得我不适合，所以还给你。您不喜欢这个，我还可以换别的。老岳，你那么聪明，你明白我要说什么吧？我不知道该如何起这个头，但是有些事情我必须要跟你讲清楚。作为一个男人，你对我所做的一切，我承认我很喜欢这种感觉，但是我怕这种感觉这样子继续下去的话，耽误你一辈子。我是你的老师，我们这种师生关系。老师，你不用说了，我明白。这些年，谢谢您对我的教诲和照顾。在邦云心里，您永远都是我最尊敬的老师。一眼望不穿来往的人潮，无数擦肩。这份心意，我收下。我的心意，也希望您能留下。云遮掩了光，风无情掠过，彷徨着，迷茫着，千言万语却无法言说。熟悉的背影，震碎人群里我远去，想要抓住却拉不近距离。再看那个熟悉的背影。哟，这么早就回来了？哎呀，你看看你淋成这个样子也不带把伞吗？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吗？哎，谁欺负我们家方云了？哎呀！哼，干嘛不用洗衣机啊？嗯？哎呀，一会儿咱们吃粽子啊！爸爸给做的呢，有甜的，有咸的，喜欢什么口味啊？自己挑，啊？谢谢你送我回来，早点回去休息吧。啊，对了，关于新伟都上市的事情啊，你作为股东代表，一定要保持清醒冷静的头脑。我估计现在我说什么，凌云也不会听了。以我对凌云和新伟都的了解，新伟都要做新的研发，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这可能是凌云急于上市的原因。可我觉得现在上市并不是好时机。一旦研发的项目不能变成产品，那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所以现在只能靠你和邦云了。他们去找张维教授，应该也是为了上市的事情去向他讨教。
是否同意启动上市流程？我们新安还需要新维度提供更多的资料。放心，我们不会意气用事的。灵儿呢？小丫头最近狠着呢，跟自己较上劲儿了，准备高考。哦，对。哎，那你去陪她吧，我就不进去了。进去了，快回去吧。2003年秋，中共16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要求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和涉外经济体制改革，鼓励国内企业充分利用扩大开放的有利时机，增强开拓市场、技术创新和培育自主品牌的能力，我考上了，继续实施走出去战略。夏丽女士，我国的纺织品生产的产量居全球前列。而我们的生产能力远远大于贵国目前给予的配额比例。这个配额是完全按照中国入世时签署的协议而逐步放开的，我们并没有抑制，更没有不履行承诺，完全具备合约精神。可是，随着我们出口纺织品年度配额的迅速增长和被填满，现在呢，已经有大量的货物积压在港口了。这都是贵国的特别限制造成的。所以说，现在如果不面对这个问题，不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那我想，受到重创的可能不仅仅是我们生产商，甚至你们的零售商和消费者都会受到负面的影响。贵国的这种单方面的配额制导致的压港危机，造成了你们零售商付了货款却拿不到货。所以说呢，是贵国扰乱了销售周期，破坏了供求关系的平衡，甚至你们的消费者将来可能要面对价格的提升，这不至于一种双输的选择吗？我们这样做，完全在履行协议的情况下，为保护本土产业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纺织业而做出的暂时性配额限定，并不影响两国之间的贸易往来。如果我们单方面对待中国放开，中国将要面对的贸易敌对国家将剧增。这个恐怕不是中国政府想要看到的状况。山林女士，你有没有想过，这次压港的原因却是我们双方非理性的行为呢？如果您这样以为，那么我们似乎很难继续理性地进行接下来的沟通。我看这样吧，沙林女士，今天咱们就谈到这儿。好，就到这儿。王站长，刚参加完这个中东的这个展销会啊，中东人看上了咱们的产品的质量精良，种类繁多。我觉得呀，咱们应该乘胜追击，开发出更多更好的新产品来。大家辛苦了，我回来这么长时间啊，看到了大家的努力，尤其是陶人的加入，让我们生产的产品啊上升了一个台阶。是。哎，对了，我还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啊？虽说现在入市了，这个配额也放开了，咱们是个老国企，但是跟别的厂家，尤其那些大厂，真的没法比。尤其这个配额的份比来说，真的是不够啊。这你们放心，你们只管生产和开发更多更好的产品，配额的事情我去解决，总不能让你们因为配额有限制就降低生产吧？有您这句话呀，我就不担心了。
喂。看这个，这个不行。那个看看下面这个。这个好，这个好。哎，大家听我说，我觉得这个特别好。我们这一季就主要是以这种风格为主，就是它就是很干净的那种感觉。你是不是走错地方了？吓死我了你！哦，没有，我就是来看看你这个不惜一切代价跟我抢人啊，抢资源，最后发展的怎么样？哎，我刚才参观了一下，挺好的。来视察工作室啊？你要这么说，那我就要向你好好汇报了。不得不说，陶然的加入，就像给永江厂注入了新鲜强劲的血液。你看，他的团队已经开始设计研发自主产品了，下个月上市。当然，我也知道，你来这儿不光是为了看工作环境吧？你瞎说什么呢？走了。哎，我跟小英都觉得陶然是个好姑娘。陶然，出来一下。我只能帮你到这儿了啊。呀，林总，什么时候来的呀？那个刚到。林总啊，是担心我回来之后没有办法大有作为，特来监督。啊，我还有事儿，司机在等我呢。啊，行，那我也一块儿。哎，你这难得来一次，陶然，带林总到处转悠转悠，让他感受一下我们永江的生机勃勃。要不要看看我的设计？好啊，请。小英，你找我？你们这个季度的财务报表情况不是太好，你是怎么考虑的？出口配额有限制，虽然订单多了，可是产品出不去。另外啊，产品的品种和数量还没有达到我的要求。不过陶然的雅致系列马上就要面世了，那个系列涵盖了4季200多个款，品种齐全。从一个女性消费者的角度来看，雅致品牌设计的 logo 还不够简单直观，市场落地的活动也没有足够的吸引力。所以至少今天我还不会愿意为他掏腰包。谢谢你的提醒。不过问题啊，我得一个一个解决。先要解决配额的问题，再给我点时间。小林啊，看出来没有？沙林是从来没有改变他的行事作风啊。果然是名不虚传呐。你呢，今后和他的打交道的机会比较多。这个贪婪的女人，可是让许多人闻风丧胆的。有雷，我，哎，王爷，你看谁来了？哟，老首长，王爷，您什么时候来南巡的？哎，我是刚到，来南巡做调研，顺便了解一下压岗和配额的问题。刚才我跟有林还说，我们忙完这一段，然后叫上你见一面。是啊，这是盼了多少年了，难得有这样的机会啊！哎呀，这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我今天刚好就是为了配额的事情来的。哦，我就知道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配额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哎，你这好了好了，这样我们坐下来说啊。好啊。老首长，你也知道我回永江的事，这段时期啊，永江的变化很大。恢复生产的同时，也增加了品种和产量。这目前的配额远远不够我们的需求。按照配额管理的办法所采用的7232体制，永江因为之前的问题，导致配额本来就很少，而且又错过了招标。包爷，你听我说啊，我觉得永江厂的问题现在还没到考虑配额的时候，现在需要解决的是员工、管理、机械。把这些都解决之后，咱们再考虑生产，再考虑配额，好吧？千万不要好高骛远啊！老首长，你知道吗？他现在又要兼并
又要考虑创建自主品牌，现在他又要配额，我担心呐，你步子迈得太大，会马失前蹄的。哎，柳林啊，你这根本就是看死我！如果说政策，我没你那么头头是道，但要说到做企业，我一定是比你清楚的。我答应过员工要带领他们走向强大，这句话在任何时候都不会是一句空话。你怎么一说话就着急呢？老首长，他一直没改掉这个毛病。不好意思，老首长。老首长，您在南巡会逗留几日啊？我真想有时间跟您好好聊聊。我看这样，榴莲，我们就先到永江去看一看。我本来就是来调研的，我看就从永江开始。明天呢，我就要回北京了。这次来南巡呢，感慨颇多呀。哎呀，我没有看错你们俩。当然，在部队的时候，你们就是出类拔萃的。我就说过，出色的人把他放到任何地方，都会发光发热。谢谢老首长的鼓励和支持啊！其实这么多年，我们都一直不敢懈怠啊。我们也担心会辜负党和国家对我们的培养和信任。首长，如果当初不是您的一个电话，恐怕我还没有那么大的信心带领永江脱困呢。啊，沙连那边呢，谈判我们取得了成功，压港的事件很快就会得到解决。配额的问题呢，我今天已经跟友邻说过了，对本省的纺织品配额有了调整。你现在要想的是下一步的永江的发展。老首长说的是，其实在此之前，我已经开始筹备了。永江的第一个自主品牌雅致马上就要面世了，我们也想趁此机会来宣扬民族品牌。另外 ，TS 这2年在国内和国际上的热销，也给永江带来了信心。纺织品与品牌共同经营的模式，将会是永江转型的第一步。接下来，我们要通过自己的民族品牌去打开国际市场。另外，我还在谈着几个高端品牌的合作。看样子你心里早有打算了，那就好。你想不想听听我的建议？当然了，求之不得。是这样，我年初的时候啊，参加了一次中东的经济论坛会，我发现中东对中国纺织品出口量有巨大的需求。当然了，中东和欧美国家相比，土地和劳动力都比较低廉，不妨这个时候进入中东，将中东作为永江国际事业版图的第一步。没错，年初的中东展销会，我把永江的产品带去了，毫不夸张地说，备受青睐和关注啊。所以，王爷，我觉得老首长的意见，你可以考虑考虑。老首长每一次意见都能让我感觉豁然开朗。年初中东的展销会啊，确实给永江带来了大量的订单。中东作为永江事业拓展的第一步，在各方面确实有着优势。看得出对这件事你有了更多的考量。对于你们俩，我是绝对的放心。我对你们呢只有要求，那就是给省里再创佳绩，这是党和国家对你们这些栋梁之才的要求。怎么样？我们别总说话呀，干上一杯吧。是。首长，您就放心吧。好，那我们就拿出点军人的作风，干了！干！干！方厂长，方厂长。好。方厂长，中东又增加了一批新的订单。雅致上个月面试的情况不是很好，我现在对高端市场没有了之前的信心。雅致是不是该暂停一下呀？任何新品牌啊，都要接受市场的检验。这个周期呢，或长或短。既然选择了走高端路线，
那就要坚持走下去。你去和所有参与雅致的同事们说，要让用户接受我们的新品牌，就要去找到我们的产品和国外那些进口商品之间的差距在哪里，才能与之去竞争。我们不能不战而败。来，尝尝西湖醋鱼特色菜。其实，我想说关于雅致，我觉得你应该带着雅致去参加设计师大赛。现在国内走高端服装品牌路线的并不多，那为数不多的几个，几乎都是先在设计师大赛当中被认可过的。那对比一下国外的历史悠久的高端品牌，那我们的一个新兴的品牌，在没有充足的时间去被市场验证的情况之下，如果先能够得到国内外顶级的品牌大师的认可，那它就相对更容易的被市场熟悉跟信任。而且，你去参加设计师大赛，可以认识更多的设计师，跟更多的人去交流，那可以增添你的设计灵感啊。对呀，我怎么没想到呢？只知道闭门造车了。没有，术业有专攻嘛。你呢，只是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入到了设计这件事情上而已。怪不得我们方厂长总夸你厉害。哟，你们方厂长还夸我呢。这要说厉害，谁也比不过他呀。他都把我想要的人挖走了。还提这事呢？我得提一辈子。说真的，凌云，我觉得你的点子特别好，为什么不尝试一下三方合作呢？也许我们三个真的可以建立起一些业务上的往来，也说不定啊。别光顾着说话，快吃饭。来，尝尝这个，这叫杭菊鸡丝，也是特色菜。来，谢谢。出来一段时间了，怎么也没来看看孩子？乐乐呢？刚刚高考完，考到北京了。密码是你的生日，我把店盘掉了。康顺的情况我都知道，人走茶凉，树倒猢狲散。陈正道也走了，这个不多。可是也够你重新开始的了。谢谢。过2天我就跟女儿去北京了。这个是我们在北京的地址啊。你永远是她的爸爸。她永远是你的女儿。好啦，夫妻一场，吃完这顿饭，我们就说再见吧。
谢谢你啊！要不是你鼓励我去参加设计师大赛，我到现在还处在不知所措当中。太客气了，主要啊，你还是有这个实力。我说过了，现在消费者啊，有的时候需要这样一种官方证明，来告诉他们哪些东西有购买价值。这就跟很多商品需要打广告一样，一种营销的方式。不管怎么说，还是要谢谢你。祝贺你！哎，你就为这个邀请我吃饭？哼，没事，我是想说，祝贺你。其实也是因为很想见你。吃吧。哎，对了，我发现你最近都很空，公司没事做吗？我听说你们公司最近资金有点紧张，好几个项目半路都喊停了。别听他们瞎说，好着呢，快吃。来，我先自我检讨一下，在财务上我没有把好关，是我的责任。哎呀，你不用揽责任，这问题出在我这儿。大家都是知道的，我憋着股气，想把这几个项目发展壮大，为我们上市讲故事做效益准备。可是我有点高估自己的能力了。我们今天不是来问责的。自从方邦彦离开公司，我们每一个人的状态都不太好。要说责任，每个人都有责任。现在公司资金吃紧，人力空耗，几个项目都停着，病来如山倒，一个公司好也快，毁也快，必须想办法解决。项目停着，损耗更大。我必须高薪聘请几个高技术骨干，把没有开发的项目开发完。可是，以我们现在的资金情况，只够付原有员工的工资。如果新的投资不进来的话，我们就麻烦大了。这样，资金的事情交给我，你就负责开发。邦云，你负责控制成本。有什么问题，我们3个随时碰头。喂，是我，张教授。换电话号码了？我说怎么联系不上呢？忙啊，我现在忙的连喝水的时间都没有。这不，明天就要去中东了。好的。方圆啊，他挺好的。行，等我回来吧，我们找时间好好聊聊。张教授的，喂，你好。中东一行收获不小吧？中东国家的纺织和服装发展的速度比我想象的要快很多，尤其是近几年，
为了摆脱对原油的依赖，很多中东国家投巨资，展开基础设施的建设，致力于改善投资环境。看来永江的未来不能是一成不变的经营方式了。有莲，我打算继续冒险，去开展更广阔的海外市场。哎呀，我真佩服你啊！这几十年如一日，每天都跟上战场一样。你这是羡慕我吧？说你怎么样？工作还顺利吧？当了那么多年的副厅，不给利亚兄弟，能不提这事儿吗？看把你给得意的！哎呀，这大舅哥都变兄弟了。哎，大舅哥还是大舅哥啊，这一把年纪了还不正经。我告诉你吧，现在这个家就指着我每天装疯卖傻过日子了。小军这孩子呢，随他骂，俩人一个比一个高冷啊。每天回到家里吧，一个搞电脑，一个看书，也就指着我回家呀，增加一点温情了。听说他在跟凌云学什么开发？电脑开发啊！你别说啊，这小子在这方面真有点天赋。我听凌云说呀，再这么下去啊，他都教不了他了。哟，继续显摆吧。显摆怎么了？有资本才显摆。啊，我说你也可以啊，显摆显摆你的宝贝女儿啊。你逢人可以夸说，哎呦，我那闺女啊像我，脾气大。我发现这基因这个玩意儿啊，真是了不得呀。听说你俩已经干了一仗了，惨败而归是吧？哎，别说了，这小丫头片子才多大，也不知道听小燕说的什么电视剧，就非吵着暑假和同学们去什么云南。云南啊，那么远，海拔那么高，真不知道这孩子怎么想。哎呀，行了，没什么不放心的，孩子大了，该放手时就放手。现在的孩子呀，成熟的早。我觉得小英说的好，这孩子只有经历了，他才能有收获。你们俩现在虽然在一起共事，我都发现你们俩的水平啊，差距越来越大了。我都担心你将来跟不上他。你又没女儿，你懂什么呀？哎呦，站着说话不腰疼。你就笑话我没闺女吧？企业在发展改革的时候，一定要主动思考，超前谋划，进一步细分市场，要研究市场。另外，还要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性发展观，要互鉴互学，加快国际市场进程的步伐，以更高水平的开放，促进更深入的改革。在这里呢，我要重点提一下中达旗下的永江，在2年多的时间内，完成了从起死回生到拓展海外市场、拓展经营范围的重大变化和改革，这一点是我们大家学习和借鉴的榜样。我听说方邦彦回永江了，我记得之前康顺代表永江和我们签订的协议里有对咱们有利的条款。好，我先把这边工作打扫干净，1周之后我飞中国，好吧 ？OK。方先生，好久不见。是啊，好久不见。但是我知道，早晚是要见面的。I agree. The mall, right? Hey, you two have definitely met before. Yeah. Jack chose this restaurant. You know, I think he really could pass for a Chinese. Hell, he's quite familiar with Chinese culture, and since he came to China, he's taken a liking to it. Ever since he came here, he's really taken a liking to authentic Chinese cuisine. 这次没有让我尽地主之谊，真是失礼。好在我们还有机会。您客气了。Don't worry about that now. Come on. Let's begin. 来，黑尔先生此次来中国，是有将事业转向中国的打算吗？
That's right. Since China joined the WTO, development has been rapid. And therefore, we are very optimistic about Chinese future projects. However, there are so many corners of the market that we have no way of understanding. And so that's why we are looking forward to working with you. 学习谈不上，中国非常欢迎国外的投资者。我相信黑尔先生一定是做好了万全的准备才来的。Well, preparation is key. And though we have failed in the past, I remember it vividly. 方总 ，TS 的秋季新款设计完成了，样衣正在准备。您现在看到的这些是用于雅致新品发布会的，这个月末样衣我能全部完成。辛苦你了，我果然没有看错人。谢谢您的信任。哎，你和凌云怎么样了？啊？别不好意思说。我只是没想到您会突然问我私事。哦，我这么问，是不是有点不礼貌？ 哦，没有没有，我不是那个意思。您知道我在内地没有一个亲人，您和小英姐把我当家人一样对待，您又关心我的个人问题，我觉得心里挺暖的。凌云这小子啊，对感情有点木讷，但是他本人呢却是稳重踏实。不是我这个当大哥的夸他，你要是跟了他，你的心里啊会比现在我和小英对你的关心觉得更暖。嗯。 我知道，方总，您看，刚有人送来了律师函。出什么事了？梁月，进去吧。 省国企中达永江纺织有限公司近日收到律师函，英国威尔斯普集团要求永江立即停止对其集团知识产权的侵犯，暂停国内外的一切生产以及销售。永江在最近1年内，在新任领导方邦彦的带领下，以黑马之势跃居本省纺织行业前茅，成为不可小觑的新生势力。哟，这是怎么回事啊？ 什么叫知识产权呢？啊，这个设计啊，发明专利啊，名称商标，这都属于知识产权。哦，那邦彦侵犯的是哪个呀？我哪知道啊？哎呀，我就问小英，我听燕儿说，那个小英现在跟邦彦在一起做事呢。 他们也没跟我说过呀，我说了我也不懂。哎呦，这要是工厂要是停产的话，那会不会跟以前一样啊？啊，哎，那现在要是失业了，可再也找不着工作了。闭上你这个乌鸦嘴！那邦彦他们肯定会有对策的。什么叫乌鸦嘴？我一说话就乌鸦嘴。 我跟你说，他邦彦怎么着，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关键是我们家小英，他要是有点关系，那就麻烦了。不行，我还得找个时间，好好的问问清楚。哎呦，真是。 TS 和雅致的所有设计都是经过我的手，我可以确定，没有任何一件是抄袭或者借鉴威尔斯普的。威尔斯普公司现在并没有说明永江侵犯的是他们哪一部分的知识产权，所以目前
我们立即做任何结论都为时尚早。陶然，你别太紧张了，沉住气。威尔斯部那边呢，我有认识的朋友在做事情，我已经拜托他们打听了，但是能打听到多少并不明确，所以不能都压在他们身上，我们还得另找办法。他们到中国第一件事就是约你见面，然后立即的抛出了律师函，同步在媒体上曝光，一看就是有备而来。不论如何，我们现在首先要做的是查清楚威尔斯本公司所说的知识产权究竟是哪一部分，然后找好律师，积极备战。陶然，自乱阵脚是兵家大忌，我相信你，你也要相信自己。我明白。方厂长，那我先回去，我需要回去整理一下思路，各个环节再排查一遍。任总这边就麻烦您帮我解释一下。好，那你回去吧。康宁已经出来了。康宁是怎么进去的，邦彦你心里最清楚。而且，他跟杰克之间早就有合作，所以这次的事情会不会跟他有关系？不太可能吧？康宁进去这么久了，不可能一出来就和这件事联系上。咱们坐在这里分析也没有用，事情需要动起来。目前最首要的是要在永江厂内部进行排查，只要是有关品牌、工艺、技术方面的，必须严格排查清楚。哟，任总，小英你也来了啊！哎，坐。王岩啊，我跟省里领导都已经沟通了，这次省里会指派律师帮助咱们。你那边要尽快内部核查所有与威尔斯邦往来的文件和合同。何厅长，目前公司所持有的现代数码纺织、新纤维以及功能性纤维开发，还有生态染整以及新型丝绸书的制作工艺4大核心技术工艺中，其中前2项是我们前任的技工申报的，后2项那是方厂长到了永江之后，由我们整个生产技术团队共同研发申报的。也就是说，前2项技术康宁是否转让，现在还不清楚。我们永江的服装啊，都是由我们自己生产的纺织品制作而成的，而这些纺织品大多采用的就是那几项技术。也就是说，如果技术不属于永江，那我们的产品就将陷入停产的状态。现在就停？那技术可是我们的，那协议是康宁签的，他那公司现在都撤销了。要是想跟他们打官司，就必须找到实质性的证据来证明是我们的。至于康顺公司原来的文件，我已经派人调档了。喂，林源啊，峰哥，我打听过了，没有人知道康宁在哪儿。那你姐姐呢？我姐她把店铺盘了。乐乐考上了北京的大学，她陪乐乐去北京了。那康宁会去哪儿呢？刚才我已经说了，这件事情，省委领导在新闻里已经看到了，尤其是这种牵涉到2国企业的纠纷，你一定要小心。永江厂在你手上如果出了事儿，你可就成了千古罪人了。你之前为永江所做的所有努力，大家都会忘的。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没什么可怕的。好，有这个决心就好，我相信一定能找到对策的。我让顾盼全程跟进这个案子。有你们做我坚强的后盾啊，我就放心了。哎，告诉你啊，这种涉及到国外企业的这种官司，只要你自己心里有底气，认真排查每一个可能出错的环节，错误不在咱们，你的后盾就不仅仅是我们几个了，你懂吗？我
我这边又走了几个项目骨干，再这么下去，不出半年，公司就得瘫痪。我也去找了小燕，想走银行信贷这条路。银行啊，现实的刻骨。哎，梁月，你那边怎么样？梁月，方哥，啊，我怎么样？你那边有什么眉目了吗？都影响到我们这边的情绪了。现在问题的根找到了。威尔斯普刚进入中国的时候，捷克作为驻中国方的代表，曾经和康宁签订了一份针对永江发展的以技术换取市场的协议，并成立了合资公司。后来这个公司由于康宁的入狱以及威尔斯本退出中国市场而注销。可是威尔斯本认为，按照协议的内容，这些核心技术仍旧属于威尔斯本，所以这次算是个知识产权案子。那方哥，那这官司你打算怎么打呀？正面应战赢的可能性有多大？需不需要我跟梁月再帮你点什么？现在还不知道，我会和顾盼律师商议一下。啊，你们不用担心，顾盼律师会作为我们的代表律师，全权负责这个案子。那行，好，方哥，那就你保重，有什么事儿咱们再联系啊。哎呀，真是好事成双，祸不单行。这方哥惹上了官司，我们也遇到了困难，资金周转不动，项目止步不前，再找不到一家实力雄厚的资方进来，咱们都得完蛋。对了，我之前联系的几家外资，他们内部资金紧张，都不跟进了。姐，你怎么不早说呀？林允，先别急。我有个提议。你说提议呀？你看他干嘛呀？我哥不是把新维度的这个股份质押给了新安。虽然现在永江在吃官司，但是毕竟永江厂盘活了。目前我们还找不到其他资金的情况下，我想去找找小英姐帮忙，让他们新安帮帮我们。资金的方面，我会尽我全力想办法。现在可以融资的公司有很多，我们有很大的选择余地，没有必要非跟永江绑在一棵树上。情况就是这样，盛董。好的，我明白该怎么做。好的。谢谢。案子进展的怎么样？对方是主动出击，我方被动应战，真的是有备而来。中达原来计划的明年初上市，如果永江这次失败，方先生亲自伤筋动骨，重则玉石俱焚，而且中达的上市也会遥遥无期。不止他，永江、新维度，还有我们新安，都在同一条船上。我建议你去查查知识产权的案子，希望能找到什么空子。以我的了解，这类案子一般都会无解。02年到现在，这一类案子数量比前些年有所下降，但是个案造成的损失却越来越大。98年到03年，国内的这类案件近5000起。假冒驰名商标获取暴利是一个显著的特点。国外的案子我还没翻完，时间有限。
辛苦你了。好吧，你接着忙，有什么需要尽管吩咐。谢谢你的咖啡。不客气。喂，是你？我朋友那边已经有消息反馈回来了，对方确实抓到了漏洞。康宁在永江与他们合作期间，很多书面文件都已经找不到了，这就说明这是个无头案子，无解。技术上确实存在合作，可是没有书面文件证明这项技术是属于永江的。当然，也不排除这种小道消息来源的可靠性。很多知识产权的案子都是因为界限不明导致的纠纷。时间太赶了，我还没来得及看完。但我相信应该可以通过对比找到类似的案例，可以找到反击空间。那一起吧。已经让工人都停下来了，但是之前订单被退，所以大量的货物都积压在这儿。还有，刚得到的消息，我们的服装门店也因为这次的事情受到了牵连，全国各门店的客流量都大大降低。怎么会这样呢？我们现在怎么办？先别慌，你去看看中东那批货有没有开始做，如果没有的话，先把这些顶到哈里那边去。好。喂，方总，中东哈里那边的货还没开始备，刚刚对方来电话说取消合作。什么？喂，方总，方总，我知道了，你也早点休息吧，最近辛苦了。应该的，方总晚安。2雪莉水。你喝吧。最近这段时间，连累你陪我一起受累了。你不喝我可走了。好，我喝。给。这是什么？和我们这个案子最相似的知识产权纠纷案例，提供给你做突破参考。这个案子从甲乙双方的资质，到合作起源，到合作模式，到全过程，都和我们这个案子非常相似。政府参与，也是涉及跨国案例，最后是政府调解。你慢慢看，我先走了。我知道你不看完不会睡觉的，自己注意调节。希望省内能给我们提供所有的政策支持。这已经不仅是两个企业之间的竞争了，而是产业之战。是啊，永江是我们自己的国营企业，这几年发展壮大的太快了，有时候的确会触动到有些国外企业的利益。但是威尔斯普进驻中国，他们理应是寻求合作共赢，不应该挑起这样无端的争议。所以我觉得，背后一定有人在搬弄是非。在确认永江没有问题的前提下，做好应战的准备，该谈的谈，该协调的协调，该反击的反击。我们不欺负人，但是绝不姑息养奸。近日，
斯普集团与永江集团的知识产权一案还没有正式开始，永江就已经陷入了危机，全国各家门店门可罗雀。记者还去永江进行了走访，永江目前已经大面积停产，造成的货物积压不可想象。据悉，永江上级公司中达集团原本计划明年年初上市，可能会因为这一件事而搁浅。截止到目前，永江还未对此次事件发表任何公开声明。喂，小武啊，忙什么呢？哎呀，我还能忙什么呀？操不完的心呐！哎，老哥，我就是不明白了。你说邦彦这个孩子，他是真想踏踏实实的干点事儿，可怎么总是遇到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儿啊？哎呀，老伙计，不用担心啊，这个友邻和顾盼也在想办法呢。我听说小英的公司也受到了关联。会不会连累小英啊？哎呀，老伙计啊，你说的什么话呀？这是啊，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哎，得罚啊！啊，好，不说了，我先挂了，改天咱们老哥俩再聊。哎，你们才是一家人，我郑了案是别家人，我看你干脆跟小武搭伙过日子算了。你说什么呢？这是说什么呢？就我弄水果这功夫，打完挂掉。哎呦，你们才是亲两口子啊！有什么悄悄话呢？说的都不敢让我听见。这干醋你也吃啊？哎呦，笑真是。我们欠了方家什么了？啊，结个婚被拖累，离了婚还受连累。你说这个，哎呀，你说你女儿好不容易找个好工作，这一来二去的，又被那个姓方的带到沟里去了。你说我什么呢？爸。看什么看呀？我说都说了，听就听见了呗。小英啊，你真得好好的考虑一下了，别再跟那个方邦彦搅和在一起了。你干得不开心，换一个工作。就凭你这个能力，哪儿不能找个好工作呀？说的这叫什么话呀？妈，您真的不用为我担心，您也别错怪方邦彦，这次真的是人家挖坑让他往里头跳，我们不能让这些人得逞。还有，我不会换工作的，遇到问题就逃，那是逃兵。别说我不同意，爸也不会同意。我在我这个行业里工作，讲的是责任、信誉和专业。邦彦在他的行业里工作，讲的是创新、责任和担当。我们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大问题、小问题。生活不也是这样吗？你不能遇到问题就不过日子了。遇到问题解决问题很正常，妈，您就放心吧，我会做好的，邦彦也会好的。看来黑尔先生已经做好了长期在中国发展的准备啊。We'll see. But that does bring us to the point of our appointment today, Mr. Lin. Jack. 黑尔先生觉得新纬度有非常好的未来发展，他希望按照股权的方式来合作，这种合作会是双赢的。我们需要一个公司帮我们打开中国市场，同时你们也需要一个有长久历史的公司。威尔斯普这种帮助你们打开世界。非常感谢黑尔先生对我们新纬度未来的看好，也看得出来，您对跟我们未来的合作是充满了信心。
您愿不愿意跟黑尔先生谈谈，我们这边要多少股份？啊，是你们找我来的，那我想大家应该不会你好我好大家好，我等着你们开条件呢。This is what we call someone who operates from the gut. Well, good. I can operate from the gut too. Mr. Lin, we would like a 31% stake in your company. 31，好，我回去会跟我的合作伙伴认真考虑。Well, I look forward to your response. 你去找黑尔了？啊，黑尔约我谈合作。你跟他谈合作？他现在跟方邦彦都要对簿公堂了。他现在跟你谈合作，就是在挑拨离间你跟方邦彦的关系，你难道看不出来吗？梁月，你的头脑一向是非常清醒、非常理智的。我们是做生意，那有利益有发展，韩夏有问题吗？你不也一直顾及兄弟感情吗？哎，你来这儿是来跟我说兄弟感情的是吗？那好，那方邦彦当年离开新美都的时候，他顾及到我跟他的兄弟感情了吗？你这样翻旧账有什么意思呢？哎，你们俩干嘛呢？这是？好，那我就不跟你翻旧账，咱们就说现在。啊，从商业运作上讲，我跟黑尔达成合作了吗？没有吧？啊，那有合作的意向，大家彼此了解了解，有问题吗？没问题吧？哦，威尔斯普现在跟永江的官司还没有最终见分晓。啊，那从个人感情上来说，那黑尔与方邦彦为敌，他就是与陶然为敌；他与陶然为敌，就是与我林云为敌。怎么了？好了，你们两个都是为了我哥好，都是为了咱们新维度好，但现在迫在眉睫的是资金的问题，我们都发不出工资了，我都要急死了。我知道，咱们公司现在缺钱，也没有办法找新安融资啊。那我跟黑尔谈下合作，那也是为了公司好啊！啊，我的问题我道歉。那请问你现在跟他谈到了什么实质性的内容吗？谈了，不过对方要的有点高啊。要多少？31%。31%？我哥才拿出去30质押给新安，他们要31%，就是要从我们的股份里让给他们，他们就成了我们最大的股东。关键是，他们还可以对我们公司的决策跟方向轻易的做出改变，我们没有任何发言权。来，合作，合作，有合就有做。也不是他们一口价就把这事儿给拍板的，对不对？谈吗？梁姐，凌云，我觉得咱不能一棵树上吊死，要不然我去找小英姐，让他们新安帮忙。盛董不是对我们新维度感兴趣吗？既然黑尔要收购我们，那还不如我们去找新安，让他们收购我们。小英姐，于公于私，她都不会坐视不管。辛苦你了。新闻我也看到了，王燕现在怎么样啊？好些日子也没回家了，我也不敢问呐，帮不上什么忙，我心里干着急。做父母的都这样，操不完的心呐。王燕，我是看他从小长到大的，这孩子办事有章法，你也别太担心。尤林和顾盼都得帮忙，还有小英也很上心。老哥，我是怕拖累小英。哎，这叫什么话呀？啊，有拖有累才有戏嘛。哎，你拿的是我的子儿，呵，老家伙，你可真会钻空子。哟，这
我还以为，哎，我拿你的籽儿呢，你看看你手里拿的是什么啊？你给我摆着。你什么时候跑到我这儿来了？我在这儿呢，好不好？你是看我来，现在该你的，给我。我来吧，你切瓜。妈喜欢吃这瓜。嫂子，你们投资公司是不是有挺多钱的？那要怎么看了？投一个上亿的和投一个上万的，差不差钱那就差多了。你说我哥之前质押的那些股份，有没有可能随着永江的发展松动呢？怎么了？公司资金有问题了？什么都逃不过你的眼睛。需要多少？我现在还算不出来。那看来资金不是一般的短缺了。幸亏没上市，要不然就完蛋了。你们不考虑民营基金融投吗？其实梁月杰一直在找这些钱，只是还没有合适的。方云啊，现在不是一个好的时机。永江的业绩还没做出来，我也帮不上什么忙。你哥那边最近被那个案子烦到不行，你最好不要让他分心。他那个人你最了解了，什么烦心事儿都往自己肚子里咽，表面上看着还跟没事人似的。我知道了，嫂子，放心吧。聊什么呢？聊得这么热乎？没事儿，我把瓜切好了，我到客厅去。在聊姐夫的事儿呢。还姐夫的，说顺嘴了，开不过来了。姐夫那个官司没事儿吧？小莲每次打电话来，我都心惊肉跳的，就怕说错话。你可千万别跟他说什么啊！让他有什么事儿问我。他在准备考试呢，千万不能分心。我觉得一直到现在，我才明白妈说的那些话。你别说啊，老太太挺有先见之明的。姐夫这个男人好是好，可是不省心，哪像我们家大婆，省心、放心又安心，每天就知道变着法的给我做菜吃。没错，把你养胖了，他更安心。那是心宽体胖。谢谢大家，在这个时候还能拥有这么坚定的信念，我为你们感到骄傲。承载着这份骄傲，我也不敢有丝毫的懈怠。从我回到永江的那一刻起，我就做好了所有的准备。我知道我们会面对很多的困难，现在还有未来的。但是我希望大家能够记住，当初那个几乎濒临破产的永江，和今天大家的斗志，坚定的、毫不气馁的去面对一切，无论发生任何事、任何的困难，我都会和你们在一起，绝不退缩。好。现在两家公司的协议也只是 Wellspun 的一面之词。那协议中以市场换技术的时效性是多少？市场占有率是多少？双方有没有过约定？如果约定一旦没有达成，这份协议是否还依然具有法律效应 ？Now Yongjian doesn't know how many evidence we have. Yongjian, if he loses the patent, the production of all the products cannot continue. Even if they have 2 patents technology, they cannot meet the market demand. And as for Aspinall from Middle East, Yongjian strategic operator in the Middle East is mainly responsible for the production of high-tech textiles. All right, you guys done? Yeah. Yes. All right. Here's what I think. Right now, we're not doing it. Yongjiang also is not moving.
this kind of stalemate favors us.累了吧？来，歇会儿。这真的是有点累。你说，如果我们现在抢先一步，利用手上现在有的证据，对威尔斯普提起诉讼的话，永江胜的几率有多少？不好说。很低吗？我觉得吧，方燕现在更多需要的，应该是我们的鼓励和信任。威尔斯普再次进军中国市场就大动作不断，目前与永江的纠纷还没有采取进一步的手段，不知道威尔斯普接下来该如何应对这场纷争呢？今天我们采访到了威尔斯普集团中国区的负责人杰克先生，为我们解答。杰克先生，这次永江侵权案，威尔斯普将做出怎样的动作呢？细致的问题我先不回答，但对于永江的侵权，作为 Welspun 公司的发言人，我想说这个：不管是竞争者还是合作者，只要侵害到我们公司的利益，我们会追究到底。现代数码纺织和新纤维及功能性纤维材料的开发，这2项专利技术是由永江进行申报，并归永江厂所有。英国 Welspun 集团要求永江马上停止一切侵权行为。Welspun 与当时永江厂的承包商康顺公司合作成立的合资公司，在国内的法律上已属违法，并且早已经注销。那么在法律的意义上，共用的核心技术将归还永江厂所有。关于方先生说的所谓非法成立的合资公司所持有的核心技术，其实永江是个非合资公司，他们使用的核心技术实际上是造成侵权的。另外，在1996年，永江与威尔斯本签署的以市场换技术的协议，因为合资公司的注销，所以威尔斯本从未向永江厂提供过市场。第一，他们必须马上停止一切侵权行为。第二，关于已经发生过的侵权，他们必须给法律的赔偿。第三，必须继续履行跟 Welspun 公司签订的协议。如果在30天之内，这3点没做到，法律的程序自动启动。此外，永江绝不妥协，任何国家和企业都不能侵犯永江的利益。哎呀，哎，老何，你去哪儿了？打你手机关机。哎呀，帮小五买菜去了，一大车，这干嘛呀？啊，要开饭店啊？谁知道？哎呀，哟，哎呦，一大车。这眼下没有别的办法，只能迎难而上，绝不能退缩。看来这次这个杰克是卯足了劲儿啊！你想想看，当年他意气风发的来中国，想成就一番事业，结果呢，因为康宁入狱的事儿，弄了一身脏水。说的好听一点啊，是撇清自己回国了；说的难听一点，那叫脸面全失，灰溜溜的逃回去的。所以说这笔账他是记在你身上了。这么好的机会，不可能放过你的。哼！哎呀，这小子小肚鸡肠，难成大器。我这边需要掌握的资料呢，已经全部都搜集好了，随时准备应战。这个案件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知识产权侵权案，它的输赢还直接影响着未来在面对类似的跨国商业纠纷的时候，我们所处的境地。
没错，所以这一仗我们绝不能输。现在有什么好的对策吗？首先，我们永江厂会提出诉讼的请求。根据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如果签订合同的一方有重大的违约行为，违反了合同的主要义务，那么另一方就可以要求解除合同。也就是说，在以市场换技术这项协议中，对方并没有提供市场，那么我们的技术就不应该对其输出。另外啊，捷克现在不断地往外放消息，抹黑和诋毁永江。我这2天关注了一下，他的这种行为已经引起了很多人对他的反感。他本来想用这种方法打击永江，可是没想到反而让我们变得更团结，也让更多的人关注到这场有关民族品牌被侵犯的案子中。他想借此机会吃掉永江，那是不可能的。只要我方邦彦在永江一天，我就不会让永江落入他人之手。好，那让我们一起加油吧。爸，有来带鱼了。嘿，鼻子真灵啊！哎呀，这不给你哥哥还有友林他们做点菜，来，你给他们送过去吧。哎，我的呢？韩某能不给你留吗？行了行了，快去给送吧！啊，来把这个。等会儿，这手怎么了？嘿，这油星子溅的，没事，一会儿就好了。快去送吧，送完回来呢，陪爸爸喝点儿啊。好，爸，那五斗橱的第2个抽屉里啊有药，涂点啊。哎，行了行了行了。给你那宝贝儿子送菜去。哎，好。回来陪你喝啊。嗯。进来。哥。哎，方云，你怎么来了？方云。哎呦，这拿的什么？我替我们家老方同志来给你们送温暖，亲自做的饭菜。嗨，食堂什么都有。那能一样吗？我爸做的好吃啊。他说呀，你们这段时间太累了，帮着我哥忙，没好好吃饭，好好睡觉的。也是。来，还有汤呢。好，谢谢谢谢。趁热吃吧，哥。这段时间你都没回去，要有时间回去陪陪爸啊！我现在回去陪他吃个饭。哎，不打扰您了，我走了。行，谢谢叔叔啊。好嘞。方叔叔真是用心良苦啊！最近真是太忙了，好久没有回家陪老爷子吃饭了。这段时间辛苦你了，不知道该说什么。总之啊，要好好谢谢你。我也不希望我们新安的资金出现风险，所以能帮多少，都是我分内的事情。就这么简单。你是我女儿的爸爸。还有呢？我从心里也不希望你就这么输了。现在闹得满城风雨的，说实话，事情再难我都不怕。只是爸妈年纪都大了，还让他们为我担心，这才是我最大的愧疚。邦彦，你心里认定的事情，就放胆去做，我们都在你身后呢。这件事情也连累你了。你的那位合作伙伴没有为难你吧？修齐的专业性无可挑剔，在这件事情上，他跟我们是站在一起的。替我谢谢他。好。对了，邦彦，
你还应该好好的感谢一个人，给你的那份案例不是我一个人做的，案例太多，我一个人没有办法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完成，是梁月跟我一起整理的。现在专业的人不少，可是肯用心的人太难得。我知道，我会找时间好好谢谢他的。王爷，我认识一位专家，他对民族品牌这块他吃得很透。哎，主要是这件事情它关系到民族品牌还有民族利益，这国家不会放着不管。我们要相信党和政府。真没想到，短短几日就席卷全国了。这件事我们跟老赵已经商量好了，支持到底，民族品牌一定要好好保护。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再有2天，威尔斯彭对永江的法律诉讼就将正式启动。现在不管友邻跟政府方面沟通的情况怎么样，我们都要做好上庭的准备。我打算从3方面提出质疑：第一，威尔斯彭与永江厂在中国境内的合资公司早已经撤销，在并无经营实质的情况下，协议是否依然有效？2，威尔斯彭与永江厂签订的所谓以市场换技术，并没有如约履行，在这种情况下，协议是否依然有效？3，如果在协议有效的前提下，那永江厂使用自行申报的2项专利技术是否合法？还有，对不起。喂，黑尔先生，我们已经做好准备了，我们绝对不会。什么？误会？那好。怎么了？黑尔说愿意和解。 On behalf of Wellsman, we would like to sell these 2 technical patents back to Yongjiang for the price of £1 British. There were some disagreements before, but now that everything's been resolved, we look forward to our 2 companies working together in the future. 感谢黑尔先生，愿意以这样一个价格让我购回原本就属于我们的专利技术。另外，欢迎你来中国投资，我们中国市场的未来一定会让你大吃一惊。没错，我们欢迎像威尔斯普这么有着悠久历史的大型企业进驻中国，并且我们也愿意为你们提供政策上的支持。希望黑尔先生能在中国大施拳脚。This, right here, right now, is our opportunity. You know it. And I do not understand why you do not want to reach out and grab it. Calm down, Jack. Now look, I know you think this is the right opportunity for us, but I happen to have come to a different conclusion. A decision at which I arrived after consulting with my father. A decision we made carefully after the 2 countries exchanged view on the matter. Now, it just so happens that the Chinese have offered to give us some policy support, which is exactly what we need to position ourselves competitively in the market. The last thing I want to do is make enemies. But we have always had the same goal, and that goal is to take Fang Banyan out of the game. It has never changed. Jack, my intention has never been to get Fan Banyan out of the game. I didn't get into business to rid myself of competition. That is the last thing Now look, you can't let your emotions and your personal vendettas mandate your business practices. You're not going to be a very good businessman.
I'll be the first to admit, I had some prejudices about China. But thanks to my father, I'm woke to the massive potential here. I hope you two can rid yourself of prejudice and treat this situation with the professionalism that you're capable of as manager. You know that I am a professional. You know it. You know that I would never use company resources, company time, or company money on a personal vendetta. You know it. And the fact that you would accuse me of doing it right here. Hold that thought. Dad. Son, now listen. I've heard about the peace talks. You know, this is a very important process for us. I know. Well, I want to tell you I really appreciate you helping me change my mind at the last minute and not leave a decision on the table that could put us in a bad way with Wellspring. 持续了近2个月的关于威尔斯普与永江的知识产权之争，终于在两国政府的协调下，于近日达成和解。两家企业今早共同发布联合声明。PwC has always recognized your ability, especially now in this dispute case where the results are not satisfactory, but you always showed this calmness, which is not only admired but also appreciated by our president. Well, I'd like to thank you for those kind words, but I still need to figure out what happened. I'm looking forward to a great cooperation. As am I. 方厂长，你看，车间和工人都已经运转起来了。之前积压的货物，上周也全部出清了。由于纠纷而解约的客户又跟我们重新签了订单，中东的订单也恢复生产了。通过这次纠纷，我们保住了自己的民族品牌。现在 TS 还有雅致这2个民族品牌又重新受到了追捧，销量大为上涨，可以说是供不应求。让市场部啊做好市场调研，现在是我们乘胜追击的好时候。另外，在其他城市开设品牌门店。好的。那中东哈里那边还需要继续跟进吗？中东那边，我会亲自去找哈里谈。这些你们放心吧。西安的投资款全部到账。Yes。喂，何小英，真有你的。你不用谢我，我只是说服了董事局。祝贺新维度C轮融资成功。接下来我会实时的监控你们的进度。欢迎你这位股东代表随时莅临视察。梁月，我们现在是朋友了吗？当然。看来我们永江和你们新纬度的这位贵客，怕是来不及赶过来了。我先敬大家一杯，感谢大家在侵权官司上给我的支持和鼓励，真心感谢在座的每一位。这些年啊，我越来越发现，不管事怎么做，人才是最重要的。敬大家，我先干了。这第2杯酒呢，我要单独敬梁月。梁月，有些话我早就想对你讲。这一晃眼啊，
我们都认识10几年了，在这10几年里，在我最困难、最无助的时候，都是你给了我希望。当年我被永江厂辞退，是我人生最低谷的时候。那时候新纬度刚刚成立，举步维艰。是你的出现，给了新纬度崛起的机会，也是因为你的加入，让新纬度一步步壮大到今天的规模。我们在新纬度共事，我们合作无间。离开新纬度回永江，我知道伤透了大家的心，可我最对不住的还是你。如果不是你帮我说服大家，不是你帮我找到了陶然，永江厂也不可能这么快走上正轨。还有这次侵权官司，也是你和小英给我的材料，让我找到了突破口。真的，谢谢你。我方邦彦此生最值得骄傲的，就是拥有了你们这帮生死之交、患难之友。我敬你们。来啊！我先祝贺一下方哥和永江厂解决了这个侵权官司。另外呢，我们新纬度也度过了困境，开启了一个新的征程。本想特别感谢一下何小英，但是这个情况就得下次再单独找一个时间表示我们新纬度对他的感谢了。方哥，今天也算是双喜临门了，那咱们大家伙一起喝一杯。不说那么多了，我们一起举杯吧啊！真是抱歉。飞机晚点了，紧赶慢赶，还是迟到了。今天酒喝的有点多，回去冲杯蜂蜜水醒醒酒吧。蜂蜜应该放在五斗橱第3格。知道。记住了吗？五斗橱第3格啊！喝别多了。我送你吧。不用了，我跟我哥顺路。先走了。行，你跟我走吧。我们先走了啊。我们走吧。邦彦，你知道吗？我跟自己打了个赌，其实没有必要打这个赌。我知道何小英在你心目中的地位，这么多年来，我一直以为自己有的是时间，有的是机会，可是我错了。梁月，我不想伤害你。你没有伤害我，是我自己愿意的。其实，你刚才那么说，我反而轻松了。你对何小英的专一，让我看到了爱的希望。我没有爱错人，在这个世界上，人都有选择爱的权利和方式。至少到今天，我梁月无怨无悔。梁月，说句心里话，我和小英都对你有一份亏欠。不用说了，我都懂。
在这个世界上，人与人的相遇是讲究缘分的，随缘吧。梁月。Chinese government has decided to give us some policy support. Therefore, our focus will be shifting to investing in China. Xiao will be responsible for that endeavor. Jack will be responsible for all sales in mainland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I hope, given the new arrangements, you'll all be able to work together to accomplish our goals. Thank you very much. I'll see you next time. Jack, I know you're disappointed with this decision, but we just didn't feel you were the right choice for the company. I hope you can understand. I know that you have to pass on the decisions of your father, and you've done that. Thank you. See you next meeting. Hey, Derek. It's me, Jack. Just called to thank you for the trust you guys put in me. When we worked together, I thought we were a pretty good team. And I've always treasured my time working with you guys. Yep. 哈利那边我已经联系过了，就算生意做不成，我也要去一趟，把话说清楚。中东那边的发展，我也觉得是可以深挖的。咱们想一块儿去吧。我这次去啊，正好去探探情况，顺便也寻找多方发展的机会。那边很干哎，风沙又很大，你自己注意啊，别水土不服。要不你跟我一起去吧，正好做个伴儿，顺便当旅游了。最近太忙了，公司新接了好几个项目，前期都需要理顺。工作再忙也要注意身体，不要太累了。知道了。对了，灵儿昨天给我打电话，说想请你在中东给她多拍一些当地的照片。哎呦，这孩子上大学了还不消停，整天想着拍照。哎，你说她以后会不会真的成为一个女摄影师啊？那不是挺好的吗？你有空可以去看看她的博客，不单摄影不错，写的随笔啊、散文啊都很有见地。博什么？博客。你应该抽时间多了解一下年轻人的新兴事物。
哈利先生啊，其实我这次来，并不是想让你回心转意，在我们合作过程中啊，确实出现了纠纷的问题，让你对永江失望了。对这件事啊，我深表遗憾。没有同事合作，其实我也很安。但是方先生，你在电话里说来日方长。对，来日方长。所以我觉得我必须亲自来一次，把侵权案的经过向你解释清楚，省得我们之间有误会。方先生，你真的是一位十分担当、有追求的人啊。为了我们今后啊能更好的合作，我也必须来。而且，我要把永江对于中东市场的初衷和计划向你阐明。这件事啊，对我们整个永江都非常的重要。方先生，这天来，我就是已经感受到了你的诚意，让我深感被重视。尤其是我们在一种找到了其他合作方的情况之下，这个对方先生的为人有待学。谢谢。其实这个国内外信息流通的问题啊，让你对整个事件了解的不够详尽。我们永江已经和威尔斯普公司达成了和解，永江并没有侵犯任何人、任何企业的知识产权，以后也绝不会有。我相信方先生所说的话。很遗憾没有合作成。其实，在这件事之前，我们永江已经对中东市场的纺织品贸易，甚至是基础设施的建设，都做了十分详尽的调查和分析。方先生，您和永江长非常专业和认真，我相信只有总是有准备的人。是，我们时刻为中国与中东的友好往来做着准备。我希望中国，希望我们永江，能够为中东的发展建设注入正能量。好，谢谢，谢谢。哎，别，请吧。谢谢。你吃你的，我切我的。这不习惯了吗？对了，你去中东的时候，林儿让你帮他拍的照片拍了吗？中东那么大风沙，有什么好拍的？你就跟他说啊，中东不好玩。你以为他是3岁小朋友啊？你说不好玩就不好玩。他马上就快大学毕业了，你等着吧，有你操心的时候。怕什么？这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我拭目以待。王爷呐，省里对你在这次纠纷中表现的积极态度和民族责任感表示十分的赞赏。感谢省里各位领导的支持，也谢谢任总的信任。中达经过20多年的发展，现在已经建成了一个从事金融、房地产、国际贸易和资讯管理、物流仓储为一体的大中型国企。这几年虽然有进步，但是远没有达到我对中达的期许。任总，您为中达走出的每一步，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相信中达未来的发展会更好的。中达的未来又有接班人了。我的调令已经下来了，下个月我就要到开发及管委会报道了。我现在位置已经腾空了，我很希望你能到这儿来坐镇指挥。今天我们就开门见山。您指示。有林，任成斌的调令下来了，他下个月就要去开发区管委会任职，正好他这个位子空出来了。我想让你去中大指挥做人。任总，接手永江之后啊，我才真正的懂得管理好一个企业的难。不是我不愿意接，我有一身的力气，可是我的能力跟不跟得上，我真的不敢保证。有知才有味。我是眼看着方邦彦
怎么在永江打拼的，解决了一个接着一个的棘手的问题。有时候我在想，如果把我搁到这个位置，我能不能干得好，能不能干得比他更好？说实话，我心里没底。但是，您今天要把这个重担交给我，让我来接手中达。我首先表个态，满腔热忱，但是能不能干得好，能不能顶得住，我不敢保证。有之才有味嘛。说实话，谁不是摸爬滚打出来的？我任成斌刚接手中达的时候，我的老领导就送给我这句话，他说：“成斌啊，你不用怕，不管遇到什么事儿，你都放手大胆去做，我都会做你坚强的后盾。”王岩啊，现在我把这句话送给你，我相信你，你也更要相信你自己。这件事我还没有向上面汇报，但是我要你给我表一个态，好让我可以放心大胆的把中达交给你。任总，我方邦彦愿意接受挑战，不负所托。柳莲啊，你在副厅这个位置上干了多年了，为什么没升上去？你考虑过为什么吗？啊？就是因为没有平台历练。我现在平调你到中达，就是给你一个平台，去打磨你，去历练你。你也是军人，我就不信你身上没有那股子敢打敢拼的劲儿。把中达交给你，我就让你把你身上没使出的劲儿全都使出来。你今天给我也明白吗？行，何副省长，我何有林一定不负重托。王爷，哟，心情不错吧？哎呀，大老远就看到你对着一江春水在这傻笑，怎么，是不是和小英要复婚了？哎，你少来，我有正经事跟你说呢。哎呦，我也有好事要告诉你啊！哎，你，啊行，你先说吧，就当是跟领导汇报工作了。好，还有林同志，等我到了中达，我就跟你一模一样，平起平坐喽。你要到中达？是啊，任总找我谈过话了，要让我接手中达，我也答应了。任总这么信任我，我可不能辜负他。哎，你有什么事跟我说啊？哦，我没事，我没事。小林啊，组织这回研究决定还是把你留在外贸厅。我知道了。因为明年是奥运年，很多外资企业都要跟我省深度合作，那咱们外贸厅得有一个专业的人士来坐镇。这个中达方邦彦去接任了，你心里不能有疙瘩。不会，要跟他好好合作。是，您放心吧，都是老同志了，我服从组织安排。
小军自从上大学以后啊，连人影都不见。他打小不就这样吗？还是想念他小时候的样子呀。小军自从小学跳级之后啊，就没有童真了。想起他小时候学走路的时候，歪歪扭扭的样子，多可爱！哎，你还记得吗？有林，有林，你有心事啊？没有啊。有林，你看着我，告诉我发生什么事儿了？真没事儿。我们要是不沟通好的话呢，邦彦和小英就是我们的下场。我怎么能跟方邦彦一样呢？之前侯副省长找我了，你猜为什么事儿？什么事儿？想让我接手中大。一开始我有些犹豫，后来让省长数落了一顿，我就跟他表态，我说省长你放心，把中达交给我，我一定不让您失望。结果后来让方邦彦给抢了，这个家伙从当兵开始就跟我争。哎呀，什么事都是他赢。但这话也说回来了，这人要是他，我还真服。有林啊，这么多年呢，在我心里，你才是最棒的。我自己也这么认为。最棒的。没事没事，我想得开。小军，我就让你帮我定个时、偷个菜什么的。你弄了这么一大堆数字，我怎么看不懂啊？爷爷，我帮您做个外挂，您就不用半夜起来偷菜了。外挂？什么外挂？就是电脑会帮您偷菜，一偷一个准，比别人都多。那好那好，比雷姆多就行。说的比唱的还好听，你以为我不知道啊？把我的闹钟调错，偷我的菜，抢我的车位。小军，一会儿帮奶奶也弄一个外挂啊，偷的菜不用多，比雷公多就行。好嘞。我赢了。玩得起玩不起，得跟人家学。爸，我把这个农庄啊给你保存在这儿，你打开浏览器就能看到。好，好，好，快给我搞一个，省得那老家伙天天嘲笑我。注册一下就可以玩了。哦，现在吗？等着。爸，你干什么去啊？我去拿身份证啊，你不要注册吗？来，坐下。注册这个账号不用身份证，你只要起一个名字，输入一个密码，就可以进去偷菜了。哦，就像雷公、雷姆那些不正经的名字吗？对，你想一个名字吧。好，我想一个我要超过他们的。风一样的男子。怎么的？不行吗？风一样的男子。大家可以看到，网购已经越来越被消费者所接受。中国的网络购物市场在呈爆发式的增长。那随着未来网购市场的环境和条件的不断完善，中国的网络购物市场将步入一个快速的上升期。网购主要体现了消费者求优求廉的心理，这就说到了价格。
网上商店比起传统商店来说，它能让消费者更加直接和直观地了解商品，比如商品的功能、性能、价格等等，而且可以让他们非常便捷地对这些信息进行筛选、重组、比较，最终选择出优而惠的商品。另一个方面，网络销售商利用网络降低了成本，比如人工费、广告费、场地租赁费，所以网上的售价也要低于在传统市场中的商品价格。另外，消费者在跟厂家、商家的这种互动意识也在增强。那传统的商业流通渠道是由生产者、商业机构、消费者所组成的，那商业机构在这中间起到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生产者不能直接的了解市场，而消费者也不能直接的跟生产者去表达自己的消费需求。但是，在网络环境中，消费者可以直接的参与到商品的生产和流通中来，可以直接的跟生产者沟通，从而减少了市场的不确定性。未来网络购物的发展将极大程度的对实体经济造成冲击。如何避免呢？那么可能就需要实体经济的转型，平台的交互，实体经济和电商的结合。我要提出一个疑义：网络购物的低价竞争固然存在优势，也正是因为低价，而让相对劣质的商品横行。目前，消费者对于网络购物的依赖性没有增强的情况下，我不认为网络购物的消费者具有对高品质、高价格商品的购买力。而且，这些商品所提供的门店体验服务，也是电商平台所达不到的。如果把这些高品质的商品放到电商平台，那么后果可能是滞销。未雨绸缪，任何一个平台，或者说任何一种产品的问世，都是未雨绸缪的结果。凌云变化真大呀！网络购物市场在发展，我怎么没有觉得？消费者的消费意识，你们俩天天腻在一起，肯定没感觉了。在发展和转变之前，什么时候可以吃到喜糖啊？这才是企业经营的重点。姐，你有没有觉得凌云她好像还不够成熟？从不成熟到成熟是需要过程的。如果给你一个果子，你没有亲自经历它的种植、浇水、开花到结果，那它对你来说也仅仅就是个果子。也对，我应该对他多点信心，要对自己有信心。你是我的偶像，我可不是什么好榜样。怎么会？房董对你的好，我们都看在眼里呢。就是因为好，所以才需要用更大的力气去回应。这么短的时间，这么多店面关闭，咱们得找找问题了。我们的实体经营近期受到了电商平台的低价冲击，大部分的店面都产生了亏损，消费者的购买能力大不如前，而且我们的产品定位都是在中高端，在价格上没有丝毫的优势。你马上回去和陶然他们商量一下，咱们要尽快拿出一个调整方案，来应对电商平台的低价战。明白了。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公司的大数据业务，在小军的研发下呢，已经初见成效。目前呢，已经开发出了数据分析的动态雏形。所以呢，我今天带小军来参加咱们的业务经营分析会，想宣布2件事。第一件事呢，就是我们新纬度将成立一个以大数据为主营的子公司，叫易时代。第2件事呢，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啊，我们会集中所有的力量，在我们新纬度的平台上推出大数据动态推送系统，来配合我们的纯网购服务进行针对式营销。至于怎么推出、怎么使用，包括最后的效果是什么样的，那请小军给大家做一下解释，好吧？来，欢迎。这都是自己人啊，有什么话随便说，千万不要怕。大家好。其实啊，这个大数据内容的开发是我帮我爷爷奶奶做游戏外挂的时候想的。那既然采集到了很多玩家的信息和喜好，那我为什么不能做出更适合他们，同时他们也感兴趣的数据信息进行推送呢？就比方说，我奶奶喜欢偷花，我可以推送更多的花色给她选择。我爷爷他喜欢偷菜，我也可以推送更多的菜式给他选择。那么对于我们新纬度平台来说，我可以利用这套开发软件，实时采集到客户的喜好，再利用他们的兴趣和偏好，实时的给他们推送同类或者相关类别的产品给他们，达到我们营销空间的最大化。小军，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比如说，我喜欢读《国际贸易》这本书，在我下单的购买记录里，你们捕捉到了这个数据，推送给我同类型的经济学的书籍。对于我这样的人来说，对这类题材我是没有办法阻挡。对，其实啊，我刚才所说的这个推送就是这么个意思。这个运用啊很有价值，很可能是我们开拓电商平台走向更广的商业市场的一条捷径。没有了吧？还有什么要说的吗？那如果没有的话，那就这么定下来了啊！全公司上下所有的人给我卯足了劲，全力为这次大数据动态推送系统做准备，好吧？好。欢迎光临，进来看一下。哎，这家店看起来不错，进来看看吧。一看就贵死了，我可以到网上找到同款，而且价格还便宜。也是。那你有没有好的网店推荐给我几个？有啊，走。截止到目前，已经有1500万的消费者不光购买了他们新的商品，而且还添加了很多我们推送的相关产品的购物车呢。从今天系统正式上线到目前为止，成交额是1亿。哇！我已经定时了，0点截止，到时候可以收集完成今天系统上线之后的完整数据。我会把今天的成交额数据跟昨天的成交额数据做一个对比。哎，同学，今天收集的这个成交额数据当中啊，就是有客户原本想购买产品的成交额数据，跟我们推送给他同类产品的成交额数据也要做一组对比啊。好。林叔，你看这个。这个呀是没有用我们这套系统之前的当天交易额，那这个呢是用了这套系统之后的当天交易额。从这2组的数据对比来看，今天比昨天增长了近20%。那你再看这个，这个是纯网购的当天交易额，这个是推送同类产品的网购交易额，后者的数据比前者还要高出近30%。大数据动态推送系统，实现了电商网购的新里程碑。截止目前，新纬度已经完成交易额10亿。有专家认为，电子商务需求井喷，透露出我国网上销售的巨大潜力。
同时这也是中国经济转型的一个信号，是新的经营模式与传统经营模式的大战。喂，小莹啊，真是没想到，互联网与传统营销的大战这么快就打开了。是啊，没想到凌云的动作这么超前。你现在有空吗？陪我去一个地方，找他聊一聊，听听他的想法，也许能帮我们打破僵局，打开思路，甚至找到未来发展的一个方向。去哪儿？小军，方叔，哎，姑姑，小军，你要带我见的人是小军？对啊，小军在这儿啊，跟着凌云学了好几年的电脑。不过现在，凌云已经教不动他了，所以把这个地方腾出来，专门给小军搞研发用。还有凌云也教不动的人，有出息，小军。何止教不动，估计小军现在都能反客为主了。哎，小军，大数据动态移动系统是出自你手吧？方叔啊，我也是瞎折腾。瞎折腾能折腾出名堂也不容易啊。我今天啊，是诚心诚意来向你讨教经验的。以前呢，我对大数据从来没有上心过，根本不知道大数据还有这么大的威力。看来是我落伍了，所以今天我们来呢，好好跟我们讲讲，启发启发。我也好好学习学习。哎，来，方叔，姑姑，方叔啊，大数据其实是随着电脑普及，融入社会生活而被挖掘出来的。社交网、电子商务、物联网，这些啊，极大拓展了互联网的边界和应用范围。我们从信息的被动接受者变成了主动创造者和制造者。各种数据迅速膨胀变大，大数据的概念应运而生。现如今，这个概念差不多已经应用到了所有的人工智能领域。你看，随着数据量的高速增长，基于关系型的分布式数据库，在保留了传统数据库的数据模型和基本特征下，从集中式储存走向分布式储存，从集中式计算走向了分布式计算。你得说慢一点，我得消化消化。小军啊，看来你得换一种方式讲解一下。你方叔呢是第一次这么深入的了解大数据。让我想想啊，方叔，那我这么说吧，就拿我爷爷奶奶打比方吧，他们最近迷上了偷菜的游戏。他们只要一打开电脑，操作到偷菜这个游戏过程中，他们的行为轨迹就会被形成数据，存入数据库。通过智能分析，可以把爷爷奶奶习惯上网的时间、偷菜的人群、偷菜的喜好进行分析，判断出爷爷习惯在晚上11点左右上网，喜欢挑一些老朋友的庄稼地下手，喜欢白菜，不喜欢青菜，喜欢草莓，不喜欢香蕉，而奶奶喜欢在早上4、5点上网，喜欢去陌生的朋友这里抢菜，喜欢偷菜的时候啊，和别人在线上聊上几句。那一个人形成了一连串的数据痕迹，那么2个人、3个人、10个人、100个人，通过实时数据处理、流计算引擎、各类元数据信息整合，再通过高次计算处理引出分布式文件系统，最后导出挖掘的数据价值，实现从样本分析到全量分析，从因果分析到相关性分析，最后导出了我们所需要的大数据。也就是说，如果我拿到了这部分大数据，我就可以知道我手上的10个人、100个人，甚至更多的人，他们的供和需。可以啊，方叔。怎么样？真是不虚此行。没想到小军的认知这么超前。大数据，我跟小军啊沟通过几次，
这孩子对这块的认知，已经超越太多了。我当时就很震惊，通过对这些大数据的分析、洞察、变化、倾向，这不正是我们中达现在所缺失的吗？而且一目了然，可以快速有效地发现数据之间的关系。有的放矢，能够细化人群，制定行动可以推陈出新，提供创新的商业模式、产品和服务，流动的数据才能把价值最大化。我今天啊，真是发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这个新世界，小军还在开发，大数据目前还不够成熟，但是可以通过这一块的内容来反思一下目前的很多状况。我以前对互联网的估计啊保守。小燕，传统制造业结合互联网，甚至是小军这块的大数据，一定是行得通的。我想，我和凌云之间可以来一场真正的合作。灵儿，妈，你怎么才回来呀？你不是答应给我做饭吃？跟你爸去办了点事儿。给，你爷爷做的饺子，比我做的饭可好吃多了。就你一个人啊？外公外婆去上老年大学了，小姨呢帮着小姨夫拾新菜去了，舅妈要度假去了，就我一个人待着。大家都挺充实的，你呢？实习单位找的怎么样了？妈，我想去这家。不错呀，真的想当摄影师啊？西安周刊不也让你去吗？去周刊做深度报道，我没什么兴趣。那你说说，一个图片摄影师在新闻报道里能够起到什么作用呢？妈，您这话说的当然是拍照片啊！你看这上面，大好的风光都在里面，我可以一路走，一路游，一路拍，想想都美。你光想着去玩、去旅行了是吧？美的你。妈，你觉得怎么样？挺好的。挺好。挺好就是一般般了。真的想听妈妈的建议啊？我觉得呢，一段新闻报道，不光只有图片，还有前后的采访、追踪，来挖掘背后那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和价值。这种综合类的新闻报道，似乎会比图片摄影要更有深度、更有意义。当然，这是两个方向。妈妈只是给你提供一个建议，怎么做决定还得看你自己。All the conditions have been met. Why don't I get an update on the last latitude? I will continue to follow up. It's impossible for Lin Yun to switch over and work for Fang Bangyan. Listen, in this case, this is something that I don't think you need to worry about. Chinese people care about face. You know that, right? Okay. And when two friends become enemies, it's even harder to come back from that. There's an old Chinese saying, money first, brotherhood second, right? When you think about it, he has this enormous pot of gold sitting right in front of him. And he's gonna just walk away because of some mystical bond between Chinese people? I don't see it. But you also need to know that Chinese people are really like to work between themselves. So if they do not unite after they open, this is when China hits it. Derek, I'm on it. I will make sure they see the advantages of working with the New Latitude. I will get them to sign. Don't worry. Yes, I heard about Zhongna's move recently. You are so concerned about Zhongna and Fang Bangyan. You need to give me a closer look at it. I also heard that Zhongda's making this move. They're talking to underwriters, but listen. I don't think they're ready. I don't think they will be able to do it. And if they try and they fail,
That's when we make our move. But Jack, we need to sign this contract. If this is not going to work, we need to have a plan B. Yes, I know, and we do. I have already prepared a package of concessions for Zhongda. If it doesn't work, that's when we cross that bridge, not now. 来喽，最后一道菜啊！方主，给您添麻烦了。哎呀，真的好久没有吃您做的菜了。哎呦，都是家常菜。小林，你能来呢，叔叔最高兴了。你呀，跟邦彦是得常聚聚啊。爸，坐下一起吧。哎呀，不，我跟你和叔叔约好了，我们2个去钓鱼，你好好招呼着小林啊。小林，好好吃。好嘞，好了，放心报告，就这样。方叔您慢点啊。哎，好。 坐吧。咱们边吃边聊。哎，等等，还是先吃吧，先别聊。谁知道你这顿饭是不是鸿门宴啊？万一你聊完了，我吃不下了怎么办？哟，我在你心里这么煞风景啊？哼，这可是你说的啊，我没这么说。方叔这饭做的真好吃。吃。 那还是先说吧，你这么看着我，吃不下去。我上次给你的合作方案，你是怎么想的？我一猜你就要问这个。我看了，怎么样？有没有兴趣？说实话，兴趣不大。你们给出的合作条件，无非就是帮助你们开展中达的电商平台。峰哥，你现在才开始全面铺进电商平台，这个节奏太慢了，已经跟不上时代的步伐了。什么时候都不算晚。凌云，你不是想要上市吗？如果跟我们中达合作，正好对你的上市也是一种推进和激励。跟我们新纬度现在要合作的大公司有很多，你们中达不算是最优秀的。是不算最优秀的，可应该是最有诚意的。凌云，你的电商购物相对来说还比较基础，很多高端品牌的运营没有打开市场，我们中达正好可以解决你们这块的短板。另外，我们可以共同研发境外电商平台，我们中达提供客户资源作为数据支撑。你想想，如果这块业务发展起来，这中间的开发空间和价值将会有多大？你要这么说的话，还真勾起我的胃口了。我知道，你们中达现在在境外的业务已经全面铺开了，我就想知道啊，你承诺的境外电商是单指一个国家呢，还是同步你们中达境外所有的区域啊？为了表示我100%的诚意，境外电商平台的开发实施同步。怎么样？有没有兴趣啊？你确定？确定啊！不用送了。哎，你去哪儿啊？都这么大的诱惑力了，我还在这儿瞎吃瞎喝，我得回去赶紧把你刚才说的都落实了，省得你变卦。哎，我在你心里还有没有点好了？Come on in. What's up? Sinvedu want to cooperate with Zhongda in strategy. What? Sinwedu and Zhongda are gonna work together? That's impossible. That's a rumor. Go back. It's already have article in newspaper. The company must know it from top to bottom. But I thought you already know. What newspaper did you see it in? You out. Okay, this is impossible. What is impossible has reached just now. A cooperation Lin Jun just announced. I'm here to ask you,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need to answer to the headquarters and to the board of directors. I told you, don't take these things slightly. Jack, I thought you were a smart guy. Come on. Okay. Admittedly, this is not a good development. There's no sugarcoating it. But, as you know, we have a plan B, and now is the time to put it into action. Jack, you need to fix this. It's your responsibility. This time, I'm not gonna cover your back. 快回家吧，之后会很辛苦的，你要养足精神，以后的路还长着呢。哎，你看，我们现在已经跟中达都已经合作了。你说我有偏见也好，不包容也好，但是事实证明我可都改了，我可是拿出的100%的诚意跟你们签的合作协议。你别告诉我，你没有动过和 PwC 合作的念头。 但是，能不能和他们实现共赢，那就难说了。更何况 ，Jack 还提出了，不管任何时候，中达都不能介入。这种排外的做事方法，很容易导致你们新维度以后的被动地位的。但是，和方董合作就不一样了，你们至少是知根知底的吧？哼，方云告诉你的吧？你别管我怎么知道的呀，是不是事实吧？ 哎呀，反正跟你也有关联，那就谢谢了。哎，那个，咱们什么时候结婚啊？给个话呗。你这没有实质性的进展，对我太不公平了吧？你不是说今年新维度会实现上市吗？那跟咱们结婚有什么关系吗？上市之时，就是咱们结婚之日。 我说你到底会不会打牌啊？你到底跟谁是一头的？首长同志，你讲点道理好不好？你是地主，我和小武打你，那是天经地义。什么哎呀？你们那个臭老头就欺负我一个老婆子吧？我不玩了。爷爷，奶奶，小军，快来，赶快吧，坐这。哎呦，小军啊，帮奶奶弄个外挂呗。 我要天天斗地主，赢你爷爷和方爷爷。奶奶，斗地主是动脑活动，外挂就不好玩了。哎，听见你孙子说的没有？这个不动脑筋容易得老年痴呆啊！你做不做？哎，做。奶奶，你给我点时间。喂，你们家掉线了？那个首长输牌不高兴了啊。 我没不高兴没有。我明白了，老哥，你顶住火力啊，小弟我先撤了。哎呦，不好了，小军，你奶奶眼珠子快瞪出来了，快，赶快接住了。好嘞。我说你们一家亲和的都欺负我呀？还老了还被小的欺负。小军，把你爸爸叫来，让他好好教训你，跟你爷爷学坏。目前进展顺利，希望能够早日上市。请何厅长放心，你小子，官运亨通啊，终于从负转正了。别嬉皮笑脸的，小方同志。 国有资产证券化是未来发展最正确的方向。你能有这个意识，说明你已经走在了改革的最前沿。就从这一点，本厅长非常欣赏。哎，我说你，真给个杆子就往上爬呀？不开玩笑啊！中达居高不下的资产负债率，还有乏力落后的这种投融资方式，我觉得不改革是很难突破的。任总和省委。 把中达交到我手上的时候，也提出了要求。这一动作势在必行，只是比我想的早了那么一点。不改变机制，
是不可能脱离这种瓶颈的。是，中达内部存在的母子公司战略协作不深、激励钝化等问题，始终将是制约企业发展的障碍。如果能够做到整体同步上市，引进现代企业管理机制，这对中达的发展将是一剂良方。至于这将来的发展吧，得问你们家小军了。哎，这小子现在做的这个大数据，真让我刮目相看。政策方面啊，你不用担心，我会为你们找到相关的政策依据。至于小军，你随叫随到，好吧？我们爷俩呀，给你做好充分的后勤保障。谁让我是你大舅哥呢？我得管着你。你要不管，我就赖着你。哎，不对呀，前任大舅。哎呀，行了，你有完没完了？看来会计报表审计、盈利预测编制以及资产评估的工作，你们都已经完成了。是的，法务和律师已经准备好了相关文件。内部管理完善，对业务发展目标和募集到的资金投向都做了具体的分析和规划。从我这儿看，没有什么问题了。王总，有个地方要特别注意啊。中达是综合性国企，交易关联情况要特别说明，这是证监会非常注意的。行，我没有什么问题了，我办公室还有案子要处理，我先回去了。王总，预祝上市成功，谢谢。修齐是专家，他的考量你要多考虑。当然了，这次中达上市，我是势在必得。这些文件都是按照证监会的要求制作的，内核的时候一定要仔细。你的专业性比我强，再帮我仔细看看吧。方先生，我已经来来回回看了不下3次了。我知道，辛苦你了。要不今天请你吃大餐？大餐倒是不必了。我也希望中达这次能够上市成功，从国内走向国际。也只有这次上市成功了，中达才能完成从计划经济执行者到市场经济竞争者的转变。是啊，资产证券化是大势所趋。中国入市过渡期结束，中国更深入、更广泛地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打破了旧的经济贸易格局，也引起了与各利益方的摩擦与碰撞。感激所有给予我和中达帮助的朋友，感激国家和人民给予我的信任，感谢省委省政府为我们中达上市提供的积极帮助和政策支持。我还是那句话，改革才是唯一的出路，而正是改革开放，才给我和中达带来了这样的机遇和挑战。今天下午14时28分，四川汶川发生里氏8级特大地震，最大震度、最大烈度达11度。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破坏性最强、波及范围最广的一次地震。目前救援部队已经赶往受灾地区实行救援。不好意思啊，王爷，打扰你了。你这是要去哪儿？我要去一次汶川，我们中达准备了一批救援物资，马上就要出发了。我来跟你说一声。现在就要出发吗？我跟小英正在说这个事儿呢。我们西安投资呢，也专门准备了一笔赈灾基金，主要用于灾后的人群心理建设。今天的几位心理专家也到了，我马上带他们去汶川。行，我们到时候汶川见。好，汶川见。汶川见。那我走了。那你自己小心，一定注意安全。放心，我会安全回来的。
textile products and price lists. What did you ask? From Jonda and China Textile Industry Corporation has been collected. I think that Fang Bangyan is gonna be pretty surprised. Is the media here that you called? Already arrived? In the meeting room. All right, then what are we waiting for? Let's go. Come on. 这个先生，您好，您好，请坐，请坐。这个先生，听说您手上有些证据是关于某些公司关于非常规商业行为所产生的违规行为，您所说的具体是指哪家公司？听说是中达的方董是吗？方董正奔赴在抗震救灾的路上。杰克先生所说的违规行为、非常规恶意竞争，真的是中达所为吗？是啊，请您给我们一个简单的解释。康曼。 作为一个合法的、守规矩的商人，我对这种恶意的商业方式完全不能接受，也对做出这种行为的人非常失望。中国人受了这么大的灾难，我这个外国人也非常难过。但这么大一个企业领导，这每天说自己是中国人，自己是军人，这明显是说一套做一套，一手恶性竞争，一手抗日正义大旗，真是让人心寒。 那您能透露一下，您所谓的恶意竞争是指什么吗？您手里是不是已经有恶意竞争的证据了呢？我搜集了的证据就是这个。我准备跟其他的受了恶意竞争的公司联合在一起，给商务部提出申诉。 刚从灾区回来，就直接去了公司，自己的身体顾不顾了？以前连续加几个通宵的班啊，都不会觉得累。现在真是有点吃不消了。王爷，你的身体不光是你自己的，还是家人的。父母现在年纪都大了，你如果照顾不好自己的身体， 事业顾不上之外，他们还会跟着你操心。在灾区的时候啊，爸给我打了好几天的电话，我知道他是担心我。可那几天，我心里真的是不好受啊。一边是灾区破废的房子，一边是爸叮嘱的生意。爸老了，这一句话。 翻来覆去，不停地念叨。我当时就觉得，人生真是无常啊！只有经历了那些啊，才格外懂得家人的重要性。小英，你和灵儿一定要好好的。 对我来说，你们才是最重要的。对我来说也是一样。我们一家人能够平安、健康，别无他求。所以更要珍惜当下所拥有的一切。这个的新闻你看到了吧？对中达的影响不小啊。他只是要将我一军，他以为这么做，我就会顾此失彼、自乱阵脚。不，冬眠的收购，我是势在必行。你有没有想过，暂时缓一下冬眠的收购，先让这场倾销风波度过去呢？正是因为我们的产品
比国外的那些高端品牌微弱，捷克怕我们强大起来才会搞出这样的事情。我想过了，我要把我手里的几个品牌再整合一下，一鼓作气，推陈出新。所以说这个时候是收购冬眠最好的时机。可我担心你会不会抓了小的放了大的。中达不止一个勇将，这么多事情堆在你面前，你精力能达到吗？你放心吧，我会合理安排我的时间的。捷克现在拿中达的勇将说事儿，可他影响到的不光是勇将，还可能是国内所有纺织业的同行。而且这件事儿，他一定会往大了扩散，后果就是国内所有纺织业被捷克和他联合的力量一同抵制。所以说啊，我们不光要自强，还要自卫。所以说啊，我们不光要自强，还要自卫，总不能让他牵着鼻子走吧？那你打算怎么做呢？日本冬眠株式会社拥有20多个中高端品牌。WVI 羊毛集团是澳洲最大的羊毛和棉花的供应商。这2个公司是我并购计划的第一步。我知道捷克挺冬眠很久了，我要是现在暂停，不正中了他的下怀。可我真的怕你身体吃不消，这么多事情你都要去应付。现在外面的风言风语对中达的影响很坏。那就开个记者招待会，正面应对。我们中达行得正，坐得直，我是一点都不害怕。我就是要堂堂正正杀他一个措手不及。你们产品的价格确实给竞争者带来了很大的威胁，所以这场仗也许会僵持很久。你做好心理准备了吗？我呀，是不能承担莫须有的质疑和不公正的裁决。不管这中间要经历多久，我必须要走下去。我支持你。方董，听说中达被 PwC 集团指证恶意倾销，请问是不是确有此事？方董，据 PwC 中国区销售经理 Jack 先生称，他的手上握有中达恶意倾销的数据。请问对于此事，您能做出解释吗？各位记者朋友们，我有必要先向大家解释一下，确定恶意倾销的条件。首先，要确定我们中达公司确实存在恶意倾销的事实。第二，要确定对 PwC 公司及其国家产业造成恶意损害或威胁。第三，确定所谓的恶意倾销和损害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按照倾销的定义，如果产品的出口价格低于正常价格，就会被认定为存在倾销。确定倾销必须经过3个步骤：确定出口价格，确定正常价格，对出口价格和正常价格进行比较。我不知道杰克先生手里有什么样的证据能够指证我们中达公司存在恶意倾销。至少到目前为止，我没有亲眼看到。我想问在座的各位，你们看到了吗？没有，我没看到实质性内容。所以啊，这第一步确定倾销的事实，这事实都没有，怎么就能认定我们中达公司存在恶意倾销呢？第二，确定中达集团对 PwC 公司造成的恶意损害。据我所知 ，PwC 公司业务展开顺利，而且近期有意向并购几个高端品牌，所以恶意损害的事实只不过是空穴来风罢了。记者朋友们，我们中达集团对旗下所有经营的项目内容都严格把控、规范操作，不可能存在任何的恶意行为。我们只是想把事情做好，把公司做强。感谢各位的到来，也欢迎各位跟进监督。趁此机会啊，我也要隔空向杰克先生问好。也许我们之间存在着误会，不过我还是要感谢你的贡献，你费心了。接下来，我们中达集团将展开对一系列高端品牌的并购计划，
在并购的过程中，杰克先生，我们还是会相信，商业允许公平竞争，商业存在良性发展。我们中达将怀着一颗坦荡之心，接受一切的良性竞争，共同发展前进。谢谢大家。So Fang Bangyan wants a fight. I suppose I'll have to give it to him. 想必成天先生也知道我此行的目的。东棉株式会社不单单在日本，在国际上也是鼎鼎有名。我还是一个创业者的时候就知道了东棉。这次我们中达在多方了解东棉之后，想和东棉建立合作关系，希望能有共同交流、共同学习的机会。谢谢方先生对东棉曾经辉煌的肯定。在方先生还是创业者的时候，您知道了东棉。这些年过去，东棉在我手上走向了滑坡，但方先生您却已经成为一名出色的上市公司的领导者，所以不得不让人佩服啊。一个企业的走向不能单单责怪他的领导者，有时候要和时代做一定的关联。成天先生不必自责。可是很抱歉，方先生，这些年东棉疲软，利润年年下降。在我们放出消息寻求合作的时候，我昔日的校友，也是我的好友杰克，已经先您一步向我伸出了援手，并且给出了相当不错的合作方案。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它都是我一个上家的选择。千年先生，您是否先看一下我们的设计规划，再做打算呢？也许还有另外一个称得上上家的选择呢。我今天之所以见方先生，是因为我对方先生早有耳闻。这几年您在中国也算是异军突起，新闻频频，但对您本人却一无所知，这让我十分好奇，所以安排了今天这次会面。虽然很遗憾不能与方先生合作，但是今日相见，方先生确实让我对优秀的中国企业领导者有了新的认识。成天先生都这么说了，那我们不做过多的纠缠了。今日有缘，我以茶代酒，敬您一杯。方董，我们真的就这么放弃了吗？不再争取一下？从长计议，先要摸清楚杰克的底牌，然后重新对东棉进行业务和资金链的分析，要做到知己知彼，然后再去谈判。你这边呢，要对东棉面料情况做针对性的设计规划调整，这件事一定要快。我知道。Jack, since you joined PwC, in fact, the group headquarters has not been very satisfied with your performance. Especially in the previous cooperation case on the new latitude of China e-commerce platform. Big misjudgment. Well, I hope I learned from my mistakes so that I can do better in the future. I hope I learned from them and that will help me do my job better in the future. You emailed the email group and saw it and forwarded it to DAK. At the moment we applied with the DAK to apply to China's relevant department and sold polyester staple fiber at Zhongjiang at a lower normal price. Complained of its dumping. Well, hopefully the
data that Yongjiang gave us on Zhongda's export prices will help us in the dumping case. 2008年，西方国家经济进入深度调整期，有效需求下降，转而强化贸易保护主义，频繁采取反倾销、反补贴等手段，全球范围的贸易摩擦越来越多。而我国从1996年开始，已连续成为世界上受到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此时更是愈演愈烈。方先生，我们相继走访了南雪市多家生产聚酯短纤的纺织厂，做出了价格比较，这是我们的结果。我想方先生不会不承认这些数字的真实性吧？沙雷女士，我们生产的所有聚酯短纤纺织品，都是根据不同原材料的价格来进行重新定价，所有价格完全遵照国际市场，我们并没有故意压低价格进行倾销。你的数据和实际不符，对于这种指控，我们不接受。我作为我国调查团派遣的首席代表，必须对你公平公正地说，在国际市场行为中，中达永江的产品违背了企业生存原理及价值规律，以排挤竞争对手为目的，以低于成本价格销售商品。喂，包燕，什么情况？那边的出材下来了，对聚酯短纤征收28%的反倾销税率。28%的税率，这太过分了！我告诉你啊，我们商务厅也接到了好几家企业的电话，他们在这次倾销案中同样被起诉了。我已经联系了同样遭到起诉的几家公司，我想跟他们谈一谈，一起联合起来做点事情，不能这么干等着。我知道啊，百家百姓百条心，可不管怎么样，我还是要试试，争取得到更多的力量。陈总，现在事情已经到这个份上了，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放弃诉讼。方董，说实话，我真的耗不起这个时间啊。可我们现在是吃了个哑巴亏，如果我们自己不站出来，那真的是没人能救我们了。哎呀，入市以来，多少企业都遭遇反倾销，有的企业不也上诉了吗？耗费了大量的人力财力不说，最后啊还是败诉。与其有这个时间和精力啊，还不如想想其他方式，把这笔缴纳的税呀给赚回来。话不能这么说啊，我们以前就是因为单打独斗，才会一次一次遭遇失败的。方董，您的心情啊，我能理解。可是方董，我实在心有余而力不足啊，真抱歉。你呀，跟别人折腾去吧，我先走了。方董啊，跨国的官司没那么好打，胳膊拧不过大腿呀。我呢，打心眼里想劝你一句：大丈夫能屈能伸，别跟他们一般见识了，抓紧时间，赚能赚的钱才是正经事儿。方董，我们知道你找我们来是什么事，这别人都欺负到我们头上了，我们是应该联手站出来。如果不站出来，只会让别人觉得我们理亏，我们怂。你们二位能这么想，我真的很高兴。我本来就是想着，我们同行业能够联合起来，共同发出一些声音，让他们听到我们真正的呼声，了解事实的真相。您说的很对，可是我们俩想了很久。我不知道，方董您想没想过后果？
如果什么都不做，那真的是一点赢的希望都没有。很多事情是需要我们自己去争取的。方总是性情中人呐，可对我来说，与其跟他们争得头破血流、两败俱伤，还不如直接放弃掉国际市场的份额。哎，我也是这么想的。我不想我的公司因为这场官司，既输了钱又输了时间。我们告辞了。哟，王爷，回来了。啊，吃饭了吗？没呢。啊，那吃蛋炒饭还是吃面呢？随便。要不吃汤面，还是吃炒面？随便。哎，你别总随便呐，你这又怎么了？爸，我不吃了，我得出去一趟。不是，你还没吃饭呢。哎呀，哼，儿女债都是自己欠的，怨谁呢？自己吃。这10万火急的怎么样？搞定了？别提了，都怕承担后果，都怕影响目前的状态，这个理由那个问题，倒了一大堆的苦水。不顺利也正常，哪有那么容易啊？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方向，这人多了，东西南北中各使各的劲儿啊。我就是想不明白，他们为什么就不愿意拧成一股绳呢？其实说实话，我这心里对这个事儿也没谱。方燕，你告诉我，你心里就不打鼓吗？你有几成把握吧？我今天下午也一直在想这个问题。这他们担心的呀，我都担心；他们害怕的，我也害怕。可我想过了，这件事不管再难，我都要去争取。啊，这个不站出来，那个不站出来，遇到困难就往后退，那我们整个行业就会后退一大步。所以这件事儿，我必须站出来，哪怕失败，哪怕一切从头再来，我都是会坚持。其实他们担心的，也是他们的现实问题啊。可能是过去我们对他们的扶持和鼓励不够。我看这样吧，回头以商务厅的名义召集你们这些企业代表，还有呢纺织工业协会的人，咱们一起，大家好好讨论讨论，看看有没有更好的方法。星星之火也有微弱的光，只要有光，就有希望。对，谢谢了。别着急啊。今天呢，是以我们商务厅牵头，邀请纺织工业协会、中达以及各位企业代表到这儿来，主要就是针对近期的反倾销案，我们来商议一下应对之策。我们政府部门会最大限度的为大家提供政策上的支持和协助，但是我觉得还是应该听听各位企业家们的意见。我的想法已经和方董有过交流，这件事我不想再折腾。这种官司是要跨国打的，而且输多赢少，我们熬不住啊。刚刚听了大家的反应，我真的是有点恨铁不成钢了。这入市之后，我们确实遇到了很多不公平的待遇，维权之路也走得相当的艰辛，很多维权都是以失败告终的。但不能每次失败我们就认了，这样只会持续循环一个不良的结果。维权之路是难走，可正因为难走，我们才更应该要走出来。我们要团结起来，共同去抵制，共同去维护和争取自己的利益，要求公平待遇。我的意见和方邦彦同志的意见是一致的，在遇到
不公平待遇的时候，要强势反击，绝不低头，更不能不战而败啊，同志们！现在政府支持我们，愿意提供政策上的支持，我们不再是孤军作战，你们还怕什么呢？这样啊，其实我们商务厅上上下下都已经通过期了，打算在2个方面采取措施。第一，商务厅和纺织工业协会会在行业和政府的层面上进行多方的斡旋，为大家提供一个宽松的外部环境。第二，我希望我们所有的企业家、各个企业积极的聘请律师单独应诉。为什么说单独应诉呢？就是为了最大限度的确保我们的赢面，否则一损俱损啊！同志们，我希望大家要充满信心，好不好？好，好。So, did you get the suggestions that I made? What do you think? Well, to be honest, we haven't had any malicious dumping by Fang Banyan. In fact, I have appreciated Mr. Fang's personal behavior. So, Jack, you're not going to intervene in this matter. All right, listen, I respect you, I respect your father, but... Hey, how you doing? Yeah, it's Jack. Listen, you and I have worked together, you and I trust each other, and so I'm calling you to tell you about something that, in my opinion, will affect both of our interests. 作为一个守法的商人，我是这么看这个问题：任何侵害我们 PwC 利益的企业和个人，都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同样，如果涉及到中国企业的利益，中国政府、中国企业，同样也可以用法律的手段。这个人讨厌死了！你一个做新闻的，不关注新闻，怎么能做好新闻？还没吃饭吧？没呢。吃面条。妈。是不是又干什么坏事儿了？您就不能想我点好啊？您都没看我，怪不得我爸说，你看他从来都不用眼镜。你爸真这么说了？瞧把您紧张的。我爸的意思是说，您看他呀是用心。说吧，又想买什么新款相机了？不是。那又想买什么智能手机了？也不是。那是要结婚啦？妈，这都哪儿跟哪儿啊？我哪有时间谈恋爱呀？哼，那你可不如妈妈。坐着等着去吧。吃吧。真香。烫，慢点吃。妈，我想去中东，社里领导已经同意了。去中东？我知道我爸肯定不同意，所以我就只能指望您了。妈，你一定是支持我的，对不对？你去中东干什么呀？做新闻采访啊。中东那个地区有和平国家，也有战乱国家，你到底要去哪几个国家？妈，你什么意思啊？莲儿，中国这么大呢，
你有好多地方都还没去过呢。哦，那我没把中国走遍，我就不能出国了是吗？我不是这个意思。你大学刚毕业，还没有多少旅行的经验和阅历，你第一次出国要去这么远的地方，妈妈会担心你的安全问题。水土不服，语言不通怎么办？万一发生什么意外，万一发生什么事情，你不知道该怎么去应付。我算是听明白了，您就是不想让我去。我没有不想让你去，我是希望你能够准备好，想清楚了再去。您怎么知道没有准备好啊？你看看你现在这样子，一有不顺心就发脾气，这就是没有准备好的表现。我怎么发脾气了？你就是不想让我去，你还找那么多的借口。妈妈是关心你，怎么能说是找借口呢？您就是这么拿着关心来限制我的是吗？我就搞不明白了，你们这些父母怎么这么喜欢把孩子拴在身边啊？你怎么不干脆找个笼子把我关起来，当宠物养着算了？妈妈关心你是因为你是我的女儿，我最关心的是你的健康和你的安全问题。你把妈妈的关心当成恶意，这是不对的，灵儿。我已经长大了，妈。我这次出去是为了工作，不是去玩的。就算是我没去过，我也得去，因为这是我的工作。当初是您让我学的新闻，选的职业，是您让我去挖掘新闻背后的价值。现在又是您的一句话，一句没准备好，一句关心，这事儿就完了。我不是不让你去，我是希望你能够考虑清楚。您的意思已经很明显了，我算是看明白了，您就是不相信我。还有，您跟其他的父母没有任何的区别。哎，你要去哪儿？放心，这件事国家和政府不会置之不理，一定会给予最大的支持和力量，做中国企业和企业人最信赖和最坚实的靠山。老领导啊，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再见。小英，什么？你先别着急，我马上过来找你。哎呀，都这么晚了，真不知道他会去哪儿呢。哎呀，你说这孩子，他怎么就能想到去中东？还不是跟你一样，死倔的，怎么说都听不进去。你也别那么着急了，再想想。给他的同事、同学、朋友打电话问问，都打过了，能想到的人都打过了，好像真的不知道该找谁了。哎，灵儿不是小孩了，她不会做傻事的，咱们这么找也不是个办法呀。你再好好想想，她可能会去哪儿。喂。哦，好，好的，行，那我就放心了。好嘞，谢谢了，梁月。好，那我先挂了，再见。他去梁月家了。嗨，哎呦，他今天晚上住在梁月家，我明天再去接他。放心了吧？
他今天晚上对我发了好大的火。灵儿从来没有对我发过那么大的火，就是因为我不想让他去中东，我是担心他的安全问题。我这么做不对吗？小宁啊，你在这件事情上做的决定是完全正确的。不是我说你啊，你从小啊就太顺着灵儿了，她这是不撞南墙心不死，总觉得我们大人是在吓唬她。要不这次咱们让他试试？哎，不行啊！他要是撞墙受伤了，我受不了啊！你以为我这个当妈的就受得了？好了啊！顾大律师，开饭了。来了。早安。哇塞，来吧。那么丰盛啊！这是又有中餐又有西点啊！啊，你不是要打中西之间的官司吗？我给你预备全了，咱们吃饱喝足，保存体力，百战百胜。你这就开始给我糖衣炮弹施压了呀？怎么有压力了？当然有压力啦。这次的对手啊是雪令，你也见识过他的厉害了。我知道。而且啊，这次呢只能赢不能输。我翻了很多有关于反倾销的案件，但是发现啊，中国企业胜诉的少之又少。我甚至都没有什么可以借鉴的经验。你这样啊，需要我帮什么忙的，你尽管说，自个儿别太大压力。你说你这个人，工作吧是你给我安排的，压力也是你给我的，现在你就又叫我不要有压力，真不知道是不是？你不是我老婆吗？我当然不希望你有压力，但是呢，你又是这个案子的指定律师，所以我希望赢啊。这次啊，恐怕是。哎呀，这老外真是让人想不通，瞎折腾什么？这么跟你说吧，油条1块钱1分，成本5毛，净赚5毛钱。拿到你们国家来卖，加上关税1块钱，成本5毛钱，我再净赚8毛钱的话，售价就是2块3毛钱。2块3没错，2块3。那你们国家呢也有自己的油条，也有面包，但是呢价格比较贵，油条要5块，面包要8块。那你说换了你何厅长，你会吃哪家的呢？你说呢？对啊，所以呢，邦彦触及的就是 Jack 的这块利益。当然，邦彦的售价还没有超过规定的3%，并没有形成实际的威胁，但是这个威胁啊也还是存在的。然后各国呢又有自己的贸易保护措施，保证本地的公司不受到侵害，这就是我说的难点和痛点。其实吧，从入市一开始就有了这个难点和痛点。所以呢，现在是谁应诉谁受益，所以我们必须坚持到底。他们单边诉讼就是霸权主义，我们加入 WTO 就是要在 WTO 框架下谈。你们可以考虑去趟反倾销措施委员会，有必要让大家听听我们的声音和态度。好的，我马上安排下去。邦彦，好消息啊！什么好消息啊？我告诉你啊，反倾销措施委员会在日内瓦，它是专门为了维持正常的国际贸易秩序和国际贸易公平而设立的机构。虽然说它没有决定权，也只是一个附属机构，但是对我们申诉他国的这种反倾销霸权意义很大，至少可以得到他们的认可和正确的解读。那这么说，他们可以听到我们的声音，不带利益，不带歧视，不带偏见，客观公正。但是，可能对官司没有直接的效果。不管有没有效果，反正我要把我想说的话说出来。小林，先下楼吧。
谢谢了，梁月，真是麻烦你了。麻烦呢，得你觉得他是个麻烦，他才是个麻烦。我不觉得他麻烦呀，我很高兴他能想到我。他想去中东采风，我们俩拌了几句嘴。我以为你会支持他。我也以为我会支持他呢。其实他跟你很像的，你已经教会了他怎么飞，到头来却不让他飞了。毕竟他大学刚毕业，没有什么社会经验，我担心他的安全，所以不能放手。但是这么一吵吧，不放也得放。谢谢了，梁月。客气。王源，你真的想好去美国分部了？我们公司已经顺利上市，而且并购非常顺利。美国那边也设立了分部，现在去一切都是刚刚好。当然，我也等我哥那边倾销案的官司有了眉目，我再走。哎呀，从开始的咱们4个，到后来的我们3个，现在你也走了，就剩我跟梁月了。这心里面还真是有点不是滋味。凌云，我是去我们公司的分公司，又不是去别的公司，这点小小的要求，你总要答应我吧？还有，你跟陶然幸福着，美满着，我只是去度个假，休息一下，顺便呢镀个金，还不行吗？这都上纲上线了，你说我能不同意吗？都走吧，我会留在这儿坚守阵地，等着你们都回来的。对了，我这边的工作已经交接好了，公司会正常运转，你放心好了。哎呦，看来是蓄谋已久啊。不算吧，最多也就是志在必得。对了，梁月那边你多照看一下。经历过我哥这些事情，他好像有点变化，看淡了很多。他这么要强的人，跟着公司，跟着你哥一起创业奋斗那么多年，现在又从你哥和何小莹之间能全身而退，这个气度不是一般人。再爱一个人，也要给自己留点余地。梁月，不拖泥带水，全身而退，太酷了，太佩服他了。那你呢？我，有时候喜欢一个人，会变成再见的理由吧。这什么意思啊？没什么意思，瞎说的。走了。点这么多吃的？是啊，怕你去中东饿着。妈，你先别激动，我话还没说完呢。你这次去中东，是你自己争取去的，你想去。妈妈的要求是安全第一。吃吧。妈，自己切。哦，新闻报道的采集，也许一次没有办法采集完整，采集策略上要懂得进退，掌握方法。妈，你放心吧，这块儿我专业。如果是因为爸爸的事情，你才决定要去中东，妈妈想跟你强调的是，爸爸的事情爸爸自己会处理好，妈妈也在帮忙，你不用操心的。妈，您想多了，其实就是一次常规的新闻采访。不过，爸这边，你爸爸是不会同意的。啊，那怎么办？还能怎么办？只能我来帮你圆场呗。谢谢妈妈。不过你也不要高兴太早，我也不知道能不能成。谁不知道？老爸最疼的就是老妈您了。你才是你爸爸心里的底线，你老爸最疼的就是你，所以你也要做好心理准备，
他这一关没那么好过的。妈，昨天的事儿是我不好，对不起。昨天的事情，妈妈也要向你道歉。我没有站在你的角度为你考虑。妈，当初妈妈去美国的时候，你外婆也是这样看着我。我当时不理解你外婆的心情，现在我这样看着你，全明白了。妈，再说下去我都不舍得去了。舍不得走了？那就别走了，行吗？快吃吧。那，你女儿孝敬你的。哟，这丫头还记得我呢。她知道你喜欢吃这个。我最近啊，总是不见她人影，又不知道去哪儿疯了。哎，她不会真去中东了吧？她在忙着她自己的工作呢。咱们啊，得找个时间好好跟她聊聊。我心里啊总是不踏实。这丫头主意大，说走就走。她也忙，你也忙，你哪有时间找她聊？这段时间啊，确实是忽略她了。等忙完这阵子，我带你们去度个假。听顾盼说，官司不好打。是的，我明天去日内瓦，那边有一个反倾销措施委员会，我要跟他们好好谈谈我的想法，让他们听听我们的呼声。有灵帮我打点好了一切，他跟我一起去。找他们跟这个案子关系不大吧？他们不是发起方，也不是仲裁方，对案子的结果应该起不到决定性作用。总之啊，该走的法律流程我都走了。我去那里主要是表达一种态度，不管有没有用，我都要去。就算是失败，至少我努力过，我就不会后悔。